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不与你一般计较。别以为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这话的女子可不是指女人，而是指汝，也就是你的意思。你话中意思，像你这种人和小人最难相处，所以敢问你认识我几天，又知道我什么品性？如果不知道的话，凭什么说像我这种人难相处？元娘姐，不要与那等迂腐的人一般计较。像这种人一般来说，难以考上什么好功名，就算考上了，日后也是个迂腐不懂变通的官宦。你和娇娇不是没关系了，还过来做什么？嫂子，我娘的案子已经审理好了，我姐说过2天就回京城，让我跟着她一起走。我舍不得娇娇，我想娇娇跟我一起走。我知道娇娇对我有很多的误会，可是之前发生的事也不是我自愿的。我想只要我们离开这里，往后就不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可以好好过日子的。陈武，我咋不知道你脸这么大呢？什么都是你以为。你问过娇娇的意思没有？还有，你总说娇娇对你有误会，你告诉我，误会你什么？误会你和别的女人一而再的发生关系，还是误会你没有处理好那丫头的事，就厚着脸皮让娇娇理解你？走吧，给自己留点体面，不要到最后2个面上都难看。娇娇，你也是这样想的？我现在在你的眼里就是这么的不堪？原本还没有，但是在你一再的说你也不是自愿的后，就变得很是不堪。你总说要我原谅，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打算怎么处置那个丫头，所以你说的再好听，在我看来也很是可笑。陈武，以前我们也有过美好，有过甜蜜，就让我们都怀着对以前最美好的记忆分开不好吗？我不想等以后年老时想起这些，剩下的只是不堪。所以咱们体体面面的分开，莫要纠缠。你富贵我不慕，你落魄与我无关。你走吧，娇娇有我们，你也不必挂念。以前的你那样，她都可以过得很好，更何况是没有你的以后。陈武直到现在才真正意义上觉得自己从此以后都失去了燕娇。他在他生命中转身的那一刻，就再也没想回头过。是他错了，是他丢了这个曾一心一意陪在他身边的女人，是他伤了他的心，是他亲手将她弄丢的。娇娇，诗雨她是活气丫头，我不能将人杖毙。如果一开始我不心软，直接把人灌了药送到庄子里，那我们还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我要的从头到尾都是你的态度，可是你的怜香惜玉，你的不忍，都是对我的残忍。你看他不忍的目光，就像拿刀在活剐我的心头肉。我曾想，如果当初换成那个人是我跟别人，你又是什么想法？就这样吧，五哥，这也是我最后叫你一声五哥，往后珍重。元娘，我娘的案子已经处理好了，我打算后天一早离开。这包裹里面的衣服是我接小五回府城后让秀娘给娇娇做的，虽然没那个缘分叫她继续当我的弟妹，但衣服是新的，也是专门给她做的，希望她不要嫌弃。要不你自己进去送给她？不了，我没那个脸见她。元娘，你就帮我给她吧，她要是不要，丢了也好，当了也罢，都随她。还有，替我跟她说对不起，往后有机会到京城的话，多联络。好，日后有机会多联络。娇娇，这是妙妙送来的，她说是你们刚到府城的时候，她让秀娘做的。她今日送来，你到时候是留还是丢，都随你。还有，她让我替她跟你说一声对不起。留着吧，这算是我作为陈家媳妇的第一身衣服，即便用不上，留着也行。陈府有钱，作为儿媳妇做衣服的布料想来也不会便宜，哪天我要是没钱了，还能拿去当了。谢燕之是在子时前一刻回来的。谢哥，大伯一早出去打听了，说衙门今天不开堂，咋回事？昨天临关城门之前，不知怎么回事，又接到800里加急送来的旨意，说钱正2人需押回京城，交由刑部审理，还有钱府别庄搜查到的东西也得一并运送到京城。我昨晚便是因为那些东西当中缺少银子的事，在与子冉兄商议。谢哥，孟大人是钦差，不就是可以先斩后奏？他能当没接到旨意，今天先开审，把人斩了。还有银子的事，没问题吧？不行，送旨的人是宫里的，至于银子也已经商量好了。贩卖私盐一案抄了好几个府邸，抄出来许多银子，用那些银子去替代，是你的意思还是孟大人的？子冉兄的。之前咱交出那些东西前，我就与他说过，钱家的那些银子是要给到那些兄弟的，其他东西会原封不动。他当初答应我的同时，也想好了对策，就是用贩卖私盐案得来的银子补上。我昨晚留下来，就是在商议具体往里填补多少，那被抄的几家各挪出多少来合适。对了，子冉兄说郑知府出身吏部侍郎府，
现有的证据中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他参与贪污朝廷拨下来用来筑坝清河道解决水患的银子。他一旦被带回京城，上头要是有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这事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顶多因为官员任职规避被革去新阳府的知府一职。毕竟凡事都要讲究证据，府城官员各司其职，水利粮运都是通判在掌管，他完全可以说自己政务繁忙，也曾多次派人去巡查，得到的回复都是没问题。所以到时候硬要扣帽子，他推出一个替死鬼后，自己顶多也就落个失职之罪。但因为现下还没有出现问题，所以这罪名不痛不痒。不管怎么说，总比贪污那些钱来得轻。元娘别想了，这事其实主要看上头的意思。子冉兄人不错，他说回去会盯着，想来应该也不至于太糟糕。再说钱通判的罪名铁板钉钉，谁都更改不了。至于郑知府，倒是看郑侍郎的政敌能耐多大了。元娘，我得到消息，你小姨好像恢复记忆了。我想他应该比谁都清楚钱良辉的罪名，他到底是人在京城，又有侯府这个关系在，要是有他的介入，那这案子咱们完全不用担心。谢哥，昨天我那表妹郑国侯府的三小姐周彩进来了，现在就住在客栈呢，我去找一下她，说说这事。对了，你的早饭就在锅里热着。好。彩静，我得到消息，小姨好像恢复记忆了，然后钱通判和郑知府要被押送回京城审理，你要不要回去跟进一下？我姨娘恢复记忆了？不可能，按你说的，如果我姨娘是被催眠的话，那是怎么恢复记忆的？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我知道的是姨母当初在知道侯府插手钱通判的案子后，气得独自一人去了京城，后来苏府的小姐苏明山跟着去了，或许是因为姨母的关系也说不定。对了，你这边一个晚上过去了，查得如何？不如何，只是没打听到有一对双胞胎庶妹。我昨天才奔波到这儿，今天还未缓过来，现在就要我启程回去，也不大现实。不过我可以写信加急，叫信差帮忙送回去，让嫡兄帮我盯着点此事。能行吗？能行，大哥人很不错，我姨娘这些年一直很敬重母亲，对大哥也好，所以拜托他应当是没问题的。那也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是留在这儿等休息好了回去，还是想到处走走看看？你就住在府城，我想等这边去临丰县得到确切消息的人回来再做决定。如果确认我姨娘就是韩家人，那我想也去你那儿看看。这样也行，我夫家在府城有家宅，就在有举人巷之称的那个巷子里，进去后第一个岔口往右拐第7家。不过我们这2天就得回流云县，我夫家和娘家都在流云县，娘家在流云县的李家坳，夫家就在县城里，你随意找个人问一下，都能知道谢秀才家在哪儿。不过我在县城里摆面摊，叫好运面摊也很好找，你到时候找人一问就知道。另外我还有个弟弟叫李军，他比你大，你得叫表兄，去年年底刚成亲。姐姐，你生了几个子嗣？家中都有什么人啊？万一我去的话，送什么比较好？不用送，你人来就行。我们那没成亲的人上门做客不用送礼，没这规矩。那不行，你那儿有你的规矩，我这也有我的规矩。既然你不愿说，那我回头自己看着办。等李元回到举人巷时，还没到家，就见他家奶正站在门外破口大骂：“我孙女好得很，用得着你们管？一个个咸吃萝卜淡操心！呸！自古以来就是男尊女卑，男人可以3妻4妾，女人不可以。我好心和你说，你家孙女的想法要不得，你不领情就算了，还说我多管闲事。行，是我多管闲事了，以后都不会再说。我倒要看看你孙女这样，往后日子能过得有多好。谢秀才真是可怜，怎么就娶了这么一个泼妇？泼妇也好过被人欺负死都不敢吱声来得好。再说，他哪句话不对？难道男人就该看不起女人，男人就不要女人生？所以你在家就是被自己男人还有儿子和孙子看不起吗？这样的话，你家全是不孝子啦。奶，这会儿时辰也不早了，我们早点吃完饭去城外看高宁瑶被斩首。本来还被王老太气得不行的老妇人，见到李元面无表情地说出这种话，心里莫名有些害怕。那可是斩首，有什么好看的？眼前这女的又泼辣又心狠，往后他们还是少接触点好，省得儿媳孙女都被带坏。元娘，斩首毕竟不是啥好看的事，有奶亲自去看着就行，你别去了，省得回来做噩梦。元娘，你和奶都别去，由我亲自盯着就行。我得去，我要亲眼看着那贼人的人头落地。元娘别去，一会儿过50两刻，你就让李老弟放鞭炮，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这一天中午，嫂子，娇娇姐，素姐，你怎么过来了？
我听说陈妙妙姐弟俩这2天就得去京城。之前你们会跟着来这里，是因为我和陈武，但我和他没关系了。你们呢？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是回流云县，还是留在这儿？又或者跟着去京城？娇娇姐，这是五哥给你的，说他知道错了，给你的补偿，往后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还有，陈家大小姐说，我和平安可以跟着去京城，也可以留在这儿。我和平安商量了下，觉得去京城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就想留在这边。陈家大小姐说，那我们就留在这儿帮她看房子。需要签长工契约，每个月会给我和平安各300文钱月银。另外，我们不管做什么，都不能打着他或者陈家的名义。这样也挺好，你对府城熟悉，做点什么都比京城来得好。有免费的大房子住，不用给租钱，除了正房之类不能用外，我想你们住的地方再差都比外头花100-200文租的好。何况就这样，人家还白给你们300文。陈妙妙大气，想来是在补贴你们。拿着这些月银，你们随便做点什么活，日子都不会过得太差。平安也是这么说的。平安决定看看能不能在府城的镖局找个活儿，而我以前好歹是小姐身边的大丫头，不管想做什么，应该都会好找许多。我小姑子和婆母和以前在流云县一样，做些简单的缝补还有换纱。至于公爹，他以前是在米粮铺给人扛粮袋的，到时候看看能不能找些差不多。娇娇姐，你呢？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五哥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愧疚，给了平安20两银子。我们手头的银子不太多，我和平安就想趁着还不想要孩子的时候多赚点钱，到时也在府城买个自己的宅院。等有了孩子，我想让婆母别再做换纱的活，帮忙带带孩子，顺便做些家务就行。不然她这一天天的帮人洗衣服，手总泡在水里也不是个事。过几天我叔父和婶娘他们会过来，我想到时候和他们一起看看能做些什么。眼下我每天和王奶奶一起做烙饼卖，这个虽然赚不了大钱，但辛苦钱还是有的。不过要看天气，若是天气不好，那只能待在家里。对了，苏姐，听谢姐夫说今年的年景不太好，你们家记得多囤点粮食。不过水的话，我想你们现在住的地方应该有水井，这个倒是不必。我到府城后也听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消息，好像说是石剑之画本中有这方面的描述。之前在陈家的时候，就有不少陈家的下人在暗中囤粮。我仔细琢磨了下，现在确实比往年要暖和不少。这才2月份，天气都要赶上以往的3月了。娇娇姐，你放心，我们这几天会陆续买的，囤个1年半载的，之后边吃边买，无论何时都保证家里剩下的粮食，在不买的情况下能吃半年。娇娇姐，我得回去了。我和平安现在住的地方你也知道，等嫂子他们回去后，你要是有什么事，只管来找我们。一般来说，我婆母和小姑子都会在家的。嫂子，娇娇姐知道我们住哪儿，我估计你这2天可能要回去，等回头你要是得空了，就过来坐坐。行，你回去路上注意安全，我们就不送了。不用送。嫂子，娇娇姐再见。娇娇，就你现在手头的银子，还有这宅子，就算不做任何营生，也不会饿肚子的。不过握在手中的银子是死的，只会越用越少，等同于坐吃山空。只有将银子合理利用起来，才会钱生钱。元娘姐，我看素锦是苏姑娘身边的大丫头，之前应当是跟着做买卖的。你说我要是跟他们合伙做小买卖的话，好吗？你们要是合伙的话，这个我不发表意见。不过真确定要在府城做买卖的话，你得琢磨好做什么不那么容易亏。我的建议最好等来年再说。元娘姐，我现在手头大概有多少银子你是知道的。你说我留下今天的这些银子，把其他剩余的用来买宅子，弄得和应公子家一样好吗？8月就秋闱了，到时候府城会有很多赶考的秀才，那房子应该很好拎出去。不过地段很重要，还有乡试3年才一次，我做不到像应公子现在住的那个2进院那样，除了那段时间，其余时间都是空着的。还有收钱时，要是碰到耍赖的不给又怎么办？这些我都得考虑进去。这些你慢慢琢磨，等你叔父他们过来后一起商量也行，不急于一时。元娘，你爹的大仇已报，咱们今天晚上做些好吃的庆祝一下。对了，少安说会晚些回来吃饭，记得做他的量。好，奶你休息下，晚上的饭我和娇娇来做就好。王奶奶，你就不怕吗？我说看人砍头。不怕，有什么好怕的？要不是不能杀人，我都想把那贼人千刀万剐了。彼时的流云县，老白，你看咱谢贤弟的能耐可真不小，这才去府城多久，居然把郑知府和钱通判都弄倒了。幸好咱们没直接被他对上，也幸好咱们不算太得罪他，不然我怕这县令的位置都没坐热，就被人赶下去了。大人，那原定的计划在春耕这些天
先找借口不让人耕种的事，先停一停，等这几天现事过后再看。咱也不一定非得揪着春耕这个收钱，总归是还有别的办法。大人，那柔姨娘那是不是不好交代？有什么不好交代的？本官说什么就是什么，到底是本官做官，还是他做官？对了，老白，你找人放出话，说本官想给柔姨娘租个院子，也不用多大，1进院就行了。她不想住后衙，那就自己住吧。1进院够她和她的丫头住了，其他人都接回后衙，让他们尽快各司其职，免得事事都要思宁亲力亲为。许崇光嘴里的思宁全名叫韩思宁，是冯青莲的新名字。大人，那客栈那边需要结账的银子，谁住的找谁要。本官现在都住后衙，她一个丫头出身的人有什么不能住的？难不成她比本官还娇贵不成？大人，这种事我也不太好传达，不然你亲自走一趟。还有，你收了一个丫头的事，是不是得和柔姨娘说一声？老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收丫头的事为什么要和一个姨娘说？大人可别忘了，柔姨娘的娘可是在你本家老夫人跟前伺候的，要是柔姨娘不高兴，给她娘捎封信，说一些大人的不是，到时候大人怕是会被训斥。所以你的意思，我堂堂一个许家人，还有举人的功名，又是一个县令，得向一个丫头低头？没有，我只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然柔姨娘要是知道，肯定要闹的。她一闹，大人你的日子会不好过。许崇光眼睛滴溜溜转一圈，都不用冯青莲，不是韩思宁出手，他就决定让柔姨娘水土不服。只要柔姨娘身子不适，需卧病在床，那就没这些事了。他堂堂一个县令，自己的姨娘成天住客栈，实在是不像话。不知宇元兄现在过来，所谓何事？也不是什么大事。这不是大人刚从府城传来消息，钱通判和郑知府已被羁押，不日就押送回京城刑部受审。另外高宁瑶今日午时斩首，吴玉儿则是在3月后。我想这些你们应该会想知道，所以一得知消息就赶紧过来告知一声。当真？君子哥，晚上留白师爷吃饭，我这就做饭，很快的。宇元兄若是不嫌弃，就留下吃个粗茶便饭。三婶，喜事，大喜事。什么喜事？蔡娘，什么大喜事？三婶，白师爷说姓高的今天被斩首了，还有另外2个人要押送到京城去审。三婶，咱的仇报了，可不就是大喜事？对了，我让君子哥留白师爷吃饭。三婶，你看看咱家有什么，晚上全做出来。白师爷在吃完饭离开之前，还很隐晦地告诉2人，他记住了他们的字迹，只要考得不是特别糟糕，县试的那4、5场他们一定会过的。宇元兄，科举向来凭实力，若我兄弟俩没那真实才学，那便作罢。你千万不要为我们做些不该做的事。你只要发挥稳定，想来应当是能过，就是名次不大好。大人说今年咱县的县试录取66人，这多录取的作数吗？没问题。去年除了咱们流云县，其他县死伤不少人，这其中包括不少读书人。今年其他县参考人少，也不可能报考了就录取，因此上面让流云县今年多录取点人，总额数不超过70即可。最后大人琢磨了下，决定就录取66人。行了，你们不用送了，回去吧。这些事你们自己清楚就好，莫要往外传。新阳府中，那这次钱通判和郑知府被带到京城刑部审理，我小姨知道吗？知道，秀雅姨知道我忙，要回来就让我告诉你，不要急，她会看着解决的。还说府中侯夫人身子不好，她不好离开侯府，希望你和李军姐弟俩有空的话往京城去，让她能见见你。这里面有600两，秀雅姨说给你和李军的1人1半，算是她给外甥和外甥女从小到大过年的红封，以及成亲时的天妆和给外甥媳妇的见面礼等等。我小姨被催眠那么久，怎么会突然好了？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反正听说她好像磕到头了，然后记忆反反复复，一会儿说自己叫韩秀雅，一会儿又说叫钱雨飞。后来见到青以后，我就没见她再反复过。不过她时常会脑子疼，侯爷给她喊了太医来检查，也没检查出什么。明山，高老爷被斩首了，你爹这几天乐得每天都叫人回来唱曲。真的？那高家的财产呢？都充公了吗？高家那些生意被其他几家瓜分了吗？李姐姐，我有点忙，咱回头有时间再聚。行，刚好我也要回流云县，那回头有时间再说。就见秦夫人的马车停在苏府门口。明山，我有话与你说。明山，牧羊县的情况很糟糕，只剩下一口气了，我求你，作为母亲，我求你去见他一面。秦夫人，你找错人了，我不是大夫，去见了又如何？
不管他是生是死，是好是坏，都与我无关。明山，我说的是真的。大夫说，也就这1个月的时间了，他现在很虚弱，已经许久都没进食，整个人昏昏沉沉，瘦的只剩下一层皮。不管怎样，我求你去看看他。秦夫人，秦公子要是病重，有人心堂的大夫，要是因为与我的种种以至于如此，那你让钱大人身边的那个能人帮忙改一改记忆，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对方的能耐有多大。所以你这是何苦想不通，自己不待见我，还得硬着头皮来求我。明山，我需要和你好好聊聊。我与你没什么好聊。如果我同意牧羊娶你，往后不会有任何妻妾通房，妾生的子嗣不管是男是女，有一个跟你姓。很抱歉，是我不能答应你。另外，秦公子要是病真的重，那去仁心堂请大夫，再不济那不是还有保命丸吗？想来除了我娘的已经用了外，剩下的人手里的应该还在。秦府不差钱，多出点，我想应该还是有人愿意卖。最近几天，本就火爆的好运面摊，流云县之下几个镇和村落的读书人都本着沾沾好运的心态，每天都要上面摊来吃上一碗。等到他们晚上收摊时，还是第一场考完的李军和李征兄弟俩来帮忙的。到第一场放榜这一天，李军在倒数第8，而李征他基础扎实，在前20。在他们考第2场时，蔡娘，过来。彩静，这位叫王灿，是君子的媳妇，也是你表嫂。蔡娘，这位是彩静，是咱小姨的女儿。彩静说，小姨只生了一个她。表妹，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帮忙请大夫？不用不用，表嫂，是我身子不争气，夜里睡觉的时候不小心受了惊。你们2个陪表姨说说话，娘和舅娘去收拾下屋子行不行？李渊一边麻利地收拾屋子，一边与王灿说起了岩娇的事。难怪我这几天听说林婶子全家要去府城，幸亏发现的算早。这要是娇娇姐生了孩子，发现是这样，到时候还不定会变成什么样。现在分开也好，至少不用过那么糟心的日子。或许有人会因为她嫁过人的身份指指点点，但只要自己不介意，其实也没什么，说不定还能和姐你一样，找个像姐夫一样好的。便又简单的说了下前府库房搬来的东西现在都剩下什么，以及府城那些案子。他拿出苏明山带回来的钱袋，打开，从中拿出300两递给他。这银子你收好，等君子今天考完，你自己和他说。还有，小姨已经恢复记忆，姨母身子不大好，现在就在京城，等她考完后，咱们先不去府城，不过你们要去也行，反正奶和大伯还在那边。娇娇眼下也没想好做什么，你们可以一起商量着来。我暂时性应该是不会去府城了，咱这边的面摊你看着安排，是按原先说的给三婶他们做，还是如何？姐，你不去府城，面摊又给三婶，那你呢？我空间里的地现在一共有32块，小的2分，大的4分，产量高且快，加上我手头的银子也够去京城买宅子，面摊继不继续关系不大。三婶与我们不一样，他们急需这份钱，咱还是按照之前说的，先给他们做。而我歇下来这段时间，可以好好陪一陪2个孩子，顺带时不时回一下李家坳，看看情况。另外，小姨给了咱各300两，咱也不能拿了钱就当没这回事，怎么着也得回个礼。但是小姨想来应该什么都不缺，我就想亲手给她和姨母各做一身好点的衣服。也行，那等君资格考完，面摊就直接给三婶他们做。娘，你看，这是表姨给的，好看吗？姐，这东西不值几个钱，让孩子们带着玩。另外，这里面的东西是我送你和表哥他们的见面礼。屋子已经收拾好了，你先过去，我去给你打一盆水，你洗漱下，先歇会儿，晚些做了饭我再喊你。至于你的丫头和马车夫，晚点我让人带他们去客栈。行，我都与他们交代好了，这些天他们就住客栈里，5天后过来找我。5天？你5天后要回去？我得回去看看姨娘的情况，另外看看大姨母。姐，你明天带我去给2姨母上炷香吧，顺便看看你们以前住的地方。等回了京城，我也好与姨娘说这些。行。娘，你看，这银子是你这段时间赚的？是我过年到现在卖的所有银子，有绢花，有烙子，还有帕子。娘，我让舅娘帮我买布，自己做了帕子送到绣铺去卖。虽然手艺一般，加上一小块布，一张帕子才1文钱，但也是赚钱了。另外，我绢花做得好，掌柜的按2朵3文钱收的，烙子都是小的，3个烙子2文钱，我都是当练手用的，能换成钱我就都换了。娘，我已经开始赚钱了，虽然赚的不多，等我以后会越赚越多，到那时候我给你和爹做新衣裳，给你们养老。爹？本来我和莎莎早就该改口了。是该改口的。你们虽然和娘姓，但是你们记住，自己是谢家女，吃的是谢家饭，
为你们遮风挡雨的是谢家。我知道，等爹从衙门回来，我和莎莎都会改口。怎么会突然愿意改口？之前我看你没那个意思，所以也没强求。就是突然觉得我已经长大，该懂事了。娘，你嫁给爹，我和莎莎吃的、喝的、用的，还有庇佑我们的，都是爹，我们不该与他生分。你们爹听到后会很高兴的。走，陪娘睡会儿。对了，娘这次回来匆忙，没买什么礼物，就先给你们各1钱银子，自己留着买东西。谢谢娘。谢燕之怎么都没想到，他刚从衙门回来，采薇和青纱站在门口齐刷刷地看着他。爹，你抱抱我。哎，爹在，采薇可是有什么想要的，爹给你买。爹，我现在做绢花的布头没了，这天我也不想出门，你要是有出门的话，去布庄帮我买2袋布头行不？爹，莎莎要饴糖。好，爹都给买。不过采薇，你只要布头。对，用其他布做了浪费，且成本太高。布头刚好，大一些的可以做绢花，小一点的可以用来纳鞋底。爹，莎莎要饴糖。行，不过莎莎你还小，不能吃太多饴糖。等爹买了饴糖回来，你得问问娘，一天吃几块合适，不能吃太多，不然对牙不好。还有，晚上不能吃糖睡觉。好。爷，你怎么过来了？家里一切可还好？都好。元娘，你是今天刚从府城回来？那边现在什么个情况？我前几天听君子让人捎口信回来说，姓高的被斩了。已经被斩了，是奶和大伯亲自去看的。不过吴氏要到3月份才斩首，所以奶就继续留在那边，而大伯他在那边找了活，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才做完，说是等做完再回家。那就好，那就好。我和你二哥把这几天的口粮都带过来了，等征子和君子考完，我们再回去。爷，你也太见外了，哪有来孙女家里还要你自带口粮的道理？元娘，少安人好，我们作为娘家人也得心里有数才行。少安是一个人，你嫁给他，他是我李家女婿不错，但没帮你养娘家人的道理。你说1天2天还行，但时间长了可不成。再说，你三婶和君子他们都一直住在这儿，没有几个人愿意让自家给别人住的。人一多，容易产生摩擦，不说别人，就是自己的嘴巴，有时候上下牙齿还打架，咬到腮帮肉。现在也就情况特殊，君子和征子科考需要少安，不然我不会让他们一直住在这儿的。不像话，这宅子这么大，本来你们一家4口住，很是宽敞，有客人上门也不至于没地方住。现在呢，这里住的人有多少个是你娘家人？等他们考完，我会让他们离开这，就算要摆摊做生意，另租宅子住就是。元娘，你说家里有教客，这会儿时辰不早了，赶紧去做饭。姐，你说这巷子里有人家往外租宅子吗？我看爷说的有道理，咱们全都住你这也不大好。以前他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谢家的房间多，住在这边挺方便的。现在听老爷子一说，他觉得挺有道理的。一直以来，他和君子哥都在被姐和姐夫所照顾，他们有手有脚，手头也有钱，不一定非得同住一个屋檐下。谁家有我也不知道，不过你不去府城了？本来我是想去的，但是想一想，姐你和姐夫不去的话，不管君子哥能不能考上，都不去为好。君子哥才重新捡起书没多久，就算侥幸考过县试，那接下来的府试还不得要姐夫好好指点。去府城光靠他自己一个，那我觉得都不用考了，指定落地。所以不管能不能考过，我觉得还是另租一个院子为好。看你自己的意思。对了，菜娘，你看咱做几道菜合适？姐，你说你空间的地一下子变了很多，那都有什么？有菜吗？有的话就先拿出来吃，到时候要是他们问起，你和姐夫通口气，说是从府城或者回来路上哪里见到带回来的也行。有菜，但是现在速度特别慢，估计和外头这些地里种的没什么区别。我昨天还用你的灵泉水浇灌过，也没多大的动静。不过里面新增的有水稻，其中水稻占了5块地，是水田。另外土豆、芋头、山药这些都是可以当粮食，也可以当菜。除此之外，有花菜、莴笋、萝卜、白菜、青椒、甜豆和毛豆等等。对了，甚至还有杏鲍菇。姐，是所有的一起变慢，还是后面这些地的慢？你说能拔出来外面种吗？咱试试看。要可以的话，那到时候我用灵泉水浇灌，咱和之前一样合作。但是这回咱就5-5分，你看成不？是新增的慢，之前的4块地不变，不过可以先自己种试试，只种大伙都知道的菜，没出现的还是别了，免得到时候还得找借口。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咱决定把面摊给三婶，那要不就一起回李家坳，到时候先种到院子里看看，要能行留种，让族人都种上，多多少少赚点，回头搬迁时也省得手头拮据，日子不好过。再看吧，咱们先顾着自己，其他再做打算。
你要是回去也行，就是君子读书怎么办？每天白天让他过来，然后傍晚回去。饭后，带周彩晶一起出去走走消食的李媛，并没能如愿将银票还给对方。姐，你和表哥他们日子过得艰难，爷爷家也艰难，就留着吧。我从小到大，银钱方面从未缺过。这些银子或许在你们看来多，但对我而言，着实不算什么。彩晶，这个我真的不能收。蔡娘也是这个意思。不管怎么说，我小姨她终究是个妾，她当初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被送到京城，指定没嫁妆的。你们娘俩在那高门府邸，处处要花钱，即便说是不缺，但银子哪有嫌多的道理？你还是自己留着吧。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只有自己手头宽裕，日子才不会艰难。姐，如果你是担心我拿出这些以后手头不宽裕的话，那你大可以放心。母亲身子常年不大好，府中的庶务都是我姨娘在打理。她这人在做生意这块很有头脑，所以这些年侯府虽然在仕途上走下坡路，但银钱却越来越多。若不是姨娘和母亲都觉得父亲此人不堪大任，早就用银子疏通了，哪至于叫人看笑话。不过这事父亲不清楚，府中账面上一直都显得有些紧张，他要知道的话，肯定会花钱瞎折腾的。再过1年就好了，明年大哥春闱过后，府上会越来越好的。而我从8岁开始就跟着姨娘学，到10岁后就开始打理自己的第一个庄子。这8年下来，我用庄子赚的钱再钱生钱，其实暗地里已攒了不少。今儿给你的都是我自己的私房，你只管放心大胆的用。你的银子是你的，你还没成亲，哪有这样给我们送厚礼的道理？这银子你还是收回去。姐，这银子既然你不要，那就扔了。我今儿还是乏得很，就先回去休息了。三婶，我和姐商量了，咱家的面摊从明天开始给你和我舅一起做，咱就按照之前说的，你就当我们去府城了。给我们做的话，那你和元娘呢？之前不是说等你们去府城后再给吗？现在君子和征子才考完第2场，还有好几天。再说你们那会儿说是去苏府看你们的姨母，但之前不是说她去京城了？这样的话，你们不是不用去府城？三婶，我和姐眼下都不是很缺钱，姐这次回来带了些银子，说是侯府那个小姨给的，而表妹今天到这里，觉得我们日子过得艰难，又非得塞了点钱，我们不要都不乐意那种。姐说她现在手头的银子够在京城买个2进院，然后又想你们现在手头拮据，就与我商量了一番，决定把这面摊给你们做。至于之前答应你们的分红和工钱，过几天得空了再算给你们。蔡娘，你看我们也没准备米面油盐等物，这样明天的生意你们要是不得空，就只管忙，赚来的银子我还是给你，然后我白天抽空去买些面和各种调味料，顺便与你舅舅说一下这事。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月的工钱和奖励就不用给我们了，然后我们顺便与元娘算一算这摊位还有桌椅的钱。三婶，不用想太多，咱早点休息吧，你们明天一早还要起床忙活，我陪表妹他们一起回李家坳，就不跟着去摆摊了。三婶，真不用这么见外，说明天起算你们的生意，那就是明天起，米面油盐你一样可以用，只是到时候自己折算一下银子给姐就好了。不过后天开始你们就囤点米面什么的，本身这东西即便不是做生意也得多买些。你们还要去府城不？不去了，姨母还没回来，去府城也没用，万一君子哥能过县试，姐夫在这边，我们自己跑去府城也没什么用。我和姐商量过了，打算继续种菜，用姐夫调配出来的药水来种植。姐说她刚好也可以闲下来，多陪陪2个孩子，顺便给姨母和小姨一人做一身衣裳。蔡娘，这天气越来越暖和了，眼下的菜也越来越多，你们种菜卖，哪里有摆摊卖面来的多？要不还是和现在一样，我们继续帮你们干活，你就当今晚的话没说过。不用，要是种菜不赚钱的话也没关系，到时候做菜干或者腌菜，回头也能吃。三婶，你真不用为我和姐担心，我们不会乱来的。李家傲，君子，你不是这几天考县试，你不好好在县城里待着看书，跑回来做什么？对了，今天是第2场张榜，你上榜没？考了多少名次？话说我家里今天有贵客，所以没去看榜就回来了。那你今天回来是？马车里的是我的表妹，侯府的姑娘，她这次是来祭拜我娘的。话说我先回去了，回头空了聊。那你先忙，我这就派人去县城看看名次。姐，那是谁的房子啊？在这个村还可以，不过看起来好像新盖不久。去年冬月的时候，你表姐夫找人盖的。表妹，你怕是不知道，姐夫这房子盖的可是别有居心。哦，这话怎么说？姐夫和君子哥是兄弟，姐夫对姐起心思那会儿，怕姐和离没多久会拒绝他，
然后那时君子哥在外走镖，他总是借口说君子哥让他做这个那个的，比如挖水井、盘炕什么的，就过来这边走动。那会儿姐和我在县城摆摊卖面，家里这边就随他折腾，我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这盖了宅子。后来天冷，君子哥走镖回来，我们因为要定亲，就回老宅来，结果怎么着就发现了这宅子。君子哥说他走镖回来，姐夫和他说就盖了1间房，还问到时候能不能过来住。君子哥跟我说姐夫自己都出钱盖房了，他能说不吗？然后我们回来一看，你看这叫1间吗？得看怎么定义。要说1间的话，那就是一栋称之为1间，但是论房间，就那高度得有不少吧。上下2层加起来比旁边的老房多好几间，2层楼上采光还可以，也没人住过，表妹晚上住住。行，元娘，这个是不是就是侯府的3小姐，你娘那个双胞胎妹妹的女儿？长得和你真的好像。你们2个，一个打扮年轻一点，一个往成熟装扮一些，走出去说是双胎姐妹花都有人信。殷伯娘，我来这边也不知道该送什么，就随意买了点布和糕点，还希望你不要嫌弃。我姐和哥年幼失去双亲，这些年多亏了你们的照看。林氏看着手中的东西，听到周彩静后面那句话，面上火辣辣的。他哪有什么照看？这话他听了有愧。东西他拿了，烫手。大伯娘，我们还得带彩静去祭拜下我爹娘，所以这会儿得上山，就不在这耽搁了。行，这个时辰露水也晒干了，上山刚刚好。你们快去快回，我做饭，中午就搁这里吃。姐，你和你大伯娘的关系是不是不太好？没有，彩静你误会了。就听李元将他爹娘没了后的事，很是客观地说了一遍。所以都有错，但也都没错，只是立场不太一样。以前我年幼不太懂事，想差了，也是后来年纪大了，经历多了，然后换个位置去想，才明白。这事要搁在以前，周彩静肯定难以理解，且说不好还会出手教训老宅的人。但来了这里，看过这里的生活环境，加上李元说的那些，他稍稍一想也能理解。说白了，就是因为穷。要是不穷，他表哥不会辍学；要是不穷，族人也会呵护他们母子仨；要是不穷，老宅人肯定会像后来有钱了帮忙还债、帮忙置办婚礼席面、帮忙给置办嫁妆家事什么的一样。所以这一切若是真的要细究源头，说到底还是因为他那二姨父的死。他二姨父若是没死，现在怎么都得是个举人了吧？他还在，那他二姨母又怎么会死？又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儿子失去读书的机会，让自己的女儿所嫁非人？而那个源头，说到底都是因为钱良辉这个人。周彩静决定晚点写封信回去，好生交代一下嫡兄，让他务必想办法，让那个姓钱的生不如死，祸害了他外祖一家，祸害了他姨娘一生，还间接让他表哥表姐年幼失去双亲，吃尽苦头。要不是他表姐心性好，和离后嫁给现在的姐夫又还行，现在搞不好也没命了。李军和李征有谢燕之的教导，因此2人这次的名次都还可以。婶子、嫂子，你们家的2位白衣修士又考上了，且考得比上一场还好，一个在29，一个在第8，恭喜恭喜！真的都考上了，名字还这样好，多谢小哥。这点银子你拿着喝杯茶。周彩静离开流云县的时候，李征和李军刚考完县试，好歹都过了。雪娇，林娘分家了没？之前我成亲前，她和叔娘过来给我添妆时，说回去要分家来着。后来呢？二姐分家了，我姐还没有。娘刚才和我说，姐想来面摊做活，问我同不同意，还说她婆家那边没分家，但先分了地。不分家，估摸是想着合在一起，回头服劳役的时候只出1个人就行。要是分了家，得缺2个人，不划算。咱老宅这边现在的情况，也等于是分开住，不分家。虽然没明确分出田地什么的，但都在等征子考上秀才，到时候哪怕是分地分开住，也是不分家。如此能免赋税，免徭役。李元的生活平静了下来，这一空闲下来，他就想找点事，比如去看望刘东升。我来是为了告诉你，我有爹，不要你了。我是你爹，不是你说不要就不要的。你身上流的是我的血，你想不要，那你把血放干了还我。莎莎不要怕，你告诉爹，怎么会突然说这话？是谁教你的？没人教。莎莎，这个人对你和姐姐是生而不养，不配做父母，所以在你娘带你们离开水云村时，就和你没任何关系。往后，莎莎只有我这个爹，可记得？姐姐也是这样说。这2拳，一拳是我这个相公替元娘打的，另一拳是为2个孩子打的。不过我得谢谢你，谢谢你跟元娘和离，才能让我遇见这么好的她和孩子们。谢哥，咱们走吧。
反正今天也打了，回头看看空间又增加了什么。下个月、下下个月，只要没离开这里，每个月都能来一次。他是一定不会放过任何可以升级空间的机会。娇娇，元娘姐，娇娇，前些天你叔父和婶娘去府城了，你这次过来是为了婚书的事吧？前段时间元娘姐你们离开府城后，陈家小厮来找过我一次，说陈老爷让我把这块尽快办妥，他准备在京城给陈武说亲。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已经办妥了？1个时辰前刚到，已经办好了。只是我没想到取回婚书画去记录会这样贵，5两银子，那可是整整5两银子啊！元娘姐，你知道吗？苏姑娘和秦公子定亲了。哈？娇娇，你刚才说什么？我觉得自己好像听错了。我怎么听你说苏妹妹和秦牧阳定亲了？元娘姐，你没听错，他们就是定亲了。不是，苏妹妹不是和秦牧阳分开，她还一度对陈浩有好感，怎么就突然和秦牧阳定亲？我回来的时候刚好碰上秦夫人来找她，她那会儿的态度特别坚定，还说自己会处理好来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听说秦牧阳入赘苏府，但是又听说这么快定亲是要冲喜什么的，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定亲那天，整个府城的人都在议论。我想，如果他们要不了多久会成亲的话，以元娘姐你和他的关系，应该会给你送喜帖。苏妹妹愿意招赘秦牧阳，应该是有她的考量，只是我没想到秦府会愿意让秦牧阳入赘，我以为他们宁愿秦牧阳死，也不会做出这种事。这年头，但凡不是家里兄弟多，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没有几个人愿意上门入赘。陈武之前会答应入赘我严家，也不过是怕被大张氏缠上的暂缓之计。后来你看，知道自己是陈家的子嗣，一回陈家后，可不就没坚持，直接给改名叫陈武了吗？之前还说君子救了他，还救命之恩，就跟着你们姓李什么的，简直就是屁话。所以啊，就秦府因为姻亲关系的特殊存在，哪怕郑知府和钱通判出事，都没能怎么撼动得了他们。我还以为他们最是要脸，不会让秦府成为别人饭后的谈资，会趁着秦牧阳还活着的时候，多找几个女的，看看能不能留个子嗣。如果秦公子的身子真的不好到需要冲喜的地步，秦府要是不顾他的死活，给多找几个女的话，怕是子嗣没留下，秦公子就先死了。他们秦家好几代单传，想来就算是丢大脸，还是会想秦公子活着。我估计元娘姐，我自己猜测的哈，他们会同意秦公子入赘，应该是觉得苏府有什么秘药，就是那种能够起死回生之类的。娇娇，你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还有，你和你叔父婶娘商量好接下来做什么了吗？本来今天办好就准备今天回去的，但是既然碰上元娘姐，我想与你们聚聚，顺便去看看菜娘，然后明天一早就走。对了，君子的线试过了没？过了，现在面摊给我三婶他们做了，菜娘准备继续种菜。她有时候在县城，有时候回李家坳，今天刚好回李家坳了。既然她不在县城，那就算了，等回头有空再聚也一样。对了，元娘姐，你刚才问我接下来打算做什么？对，你想好了？这次叔父一家连带堂妹2口子也带着孩子一起到府城了。我那2进院现在住得满满当当的，都不用我说，我婶娘在知道我的事后，先是抱着我哭了会儿，之后主动说会先留在府城陪我，等我好点后他们再回来。我让他们卖了这边的宅子，就留在府城，他们不愿意。不过婶娘也说了，在府城那段时间不能白吃白喝，坐吃山空，就琢磨她和我堂妹跟我一起做烙饼卖，然后我堂弟和叔父就出去找活做。王奶奶看我婶娘他们决定一起做烙饼卖，然后就说她年纪大就不做了，这生意让给我，她在家里种种菜养养鸡。我奶说的有道理，她都60几了，没必要为这些奔波。娇娇，你不必觉得愧疚。那你现在家里囤好米面了吗？还有，那你堂弟妹还有堂妹夫呢？打算做什么？我堂弟妹身怀有孕，堂妹的孩子还小，就让她在家里看着。至于妹夫，他以前在酒馆做跑堂，人伶俐，嘴巴又能说会道，到府城后隔天就找到活了。米面我之前陆续买了点，等婶娘他们来后，我也和他们说了，然后又陆续买了一些，现在家里的够吃几个月。再说我们卖烙饼一般也就早上，所以堂弟妹帮忙带孩子也不会累着。那就先这样吧。娇娇，你那宅子的院子大，现在没必要留着花园种花什么的，多种点菜，也养几只鸡。菜要吃不完就做菜干。好，元娘姐，那先这样吧，我回府城了。
哪天你回府城，记得来我家，我婶娘说要请你吃饭。行，我送你。不用，咱们谁和谁没必要这么客套。娇娇，要是遇到合适的对象，就抓住机会，不要犹豫。元娘姐，我现在没这方面的心思。我知道，等往后再说。只是娇娇，你应该知道，这世间男子千千万，好男子也很多，没必要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哪天遇到了，只要你觉得他各方面都很适合你，那就不要犹豫。记住，一定要了解全部。咱不高攀人，但也绝不低价，明白吗？李媛就买些肉回家，结果他刚到门口，师傅，我最近算盘打得有进步，你可以出题考考我。爹和娘都说我进步不小呢。李媛没想到先前和颜娇在说苏明山，这会儿回家就见到他。怎么有空过来？是路过还是？是特意来的。李姐姐，我和秦牧阳定亲了，今儿特意过来，是特意为了神医保命水来的。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刚好碰上娇娇，她是回来处理婚书的。她与我说，听说你和秦牧阳定亲了，但具体怎么回事不知道，只清楚是秦牧阳入赘你们苏府。是，牧阳入赘我苏府，但其实也不算是入赘，我们不过是合作关系。牧阳的情况确实不大好，外人都以为他是因为我的缘故，但实则不然。他是那段时间借酒消愁，之后被人暗中下手，如今身中剧毒，秦家不知道用了多少好药才勉强拖着。他们不知道从哪知道我娘身子逐渐好转，是我意外得了比保命丸还好的秘药，他们为了牧阳这才同意的。不过他们对外说牧阳现在这样是为情所困导致，当然最初的时候牧阳借酒消愁那段时间确实如此，且秦家也为了他找那个大师想要消除他的记忆，但结果李姐姐你应该也知道，正是因为如此才给了别人机会。秦家这些年因为钱通判和郑知府也得罪了不少人，现在那2人倒了，自然有人对秦家下手。牧阳作为秦家的独苗，是人下手的重点对象，加上他聪慧，不到弱冠就中了秀才，且极为有望考上举人。他若是没了，秦家后继无人。这和你同意有何关系？我与他终究曾有过情，他现在这样，我自然也不愿见到。秦家主和秦夫人在你们走的那天找上门，与我爹娘还有我谈过。我如今对外的名声不大好听，府城众人都觉得我苏府如今能依靠护国将军府，是我与陈公子不清不楚。虽然我要招赘，这名声对我不痛不痒，但终究说出去不大好听。秦家主知道我只招赘不嫁人，就说让牧阳上门，而我苏府需治好他。你同意了？他们提的条件让人很心动。苏秦两府联姻，对外是牧阳入赘，但为了顾及颜面，定亲在府邸，成亲会设在酒楼中，没有谁赢谁一说，这也是为了日后做准备。婚书上是我嫁给牧阳，而不是他入赘，如此等他好了，不会因为变成商户不能继续科考。等成亲后，我们不住苏府，也不住秦府，而是单独出去住。2家商议过，府邸就叫苏秦府，双方长辈不过问我们的任何事情。等生了孩子，第一个儿子姓秦，剩余的可以全部跟我姓苏。倘若有朝一日牧阳对不起我，不管是纳妾也好，有外事也罢，只要我发现且证据确凿，他就可以净身离府。府上的所有家财归我不说，跟他姓秦的孩子，我也可以改回来跟我姓。还有，我要是生了几个子嗣不想再生了，可以1碗药教他绝嗣。就这些？说白了，只是你们成亲，保证他不会有其他女人，然后长辈不干涉，没别的了？当然不止。秦府答应，等成亲后一开府，就将秦府70%的家财给到苏秦府，另外他们那些人脉随我苏府用，还有高府散出去的那些产业，有60%都被秦府找人以各种名义捏在手中，那些成亲当天都可以给到我。李姐姐你也知道，商人重利，我出身苏家，自幼耳濡目染，一心想壮大苏府，加上我本也不打算嫁人，如今秦府开出来的条件对我来说诱惑颇大，有跟我姓的子嗣，可以保证男人不会乱来，且他心仪我，我不说对他有旧情，但也曾喜欢过。要是有朝一日牧阳他考上举人乃至进士，我不方便以我们的府邸的名义做生意，但还可以用苏家的，要他因此变心，我也不至于人财两空，至少还有孩子和钱财。这与我最初只想要一个孩子，屈父留子是一样的。但还有一点，我是真的会绝了他的子嗣，他从此往后只有我生的孩子，这样不管他以后爬得多高，也得为我的孩子铺路。那你现在过来是？李姐姐，
我来是想问问你可还有神医保命水？我知道这东西稀罕，我也不要求多，只想你这边要有的话，可否能卖我一瓶？不管多少银子，你只管开口。要是没有，那能不能告诉我那神医叫什么？你们当初是在哪碰到的？我让人找找。苏妹妹，我手头眼下是没神医保命水了，这东西是谢哥得来的，年前陈武伤成那样，给了2瓶。后来我和谢哥去府城，怕家里万一出事，就给了菜娘5瓶，然后听他说自己用了1瓶，给了你3瓶，就连仅剩的1瓶，年后你和陈浩来的时候也给你了。而我那天怕你们去追我姨母出意外，又给了素雪1瓶以防万一，这前后去了8瓶，其中5瓶都是和你有关。没有了吗？半瓶都没。之前我听王灿说他用了点，那1瓶应该没用完吧？我可以出银子买100两，买他用过剩下的那瓶可以吗？这个我还需要问问。这样，你一路奔波到这儿，想来也累得不轻，就先搁这儿歇歇。我现在回李家坳一趟，帮你问问。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苏妹妹，你打算何时成亲？要是蔡娘那儿还有，且也愿意卖，那你拿回去治好秦牧阳，不怕秦府因此反悔？毕竟过河拆桥这种事，自古以来可没少见。成亲不出意外，应当是在3月初6。眼下我爹也在到处给牧阳找神医，而我娘剩下的小半瓶神医保命水，我让素心拿着，每日熬了汤，往里倒1小滴，送到秦府，让人给牧阳喂下去，所以一时半会儿他也不会有事的。我便是拿到保命水，要治好他，也会是在4、5月后。凡事总得有个过程，哪有没几天就好的道理？你这做法是对的，这种东西不能轻易往外流。之前是没办法，往后可不能再如此。得亏苏姑娘没什么坏心，不然叫人认真查的话，我一下子能拿出那么多也不好交代。现在这样真的太打眼，东西那么好，也没有一下子拥有10来瓶的道理。我与你一起去李家坳，之后回来你就拿出半瓶给他，我会亲自与他说，当初我意外得了10瓶是用来保命的，现在用了8瓶，剩余的2瓶让周彩静带回京城了。便是咱们现在想要拿出1滴都困难。又麻烦谢哥你了。咱们是夫妻，哪有什么麻烦不麻烦一说。走吧，我赶马车送你回去。李家坳中，我来找你是为了你灵泉水的事。苏明山今天过来了，是来要灵泉水的。对了，他和秦牧阳定亲了，说是不出意外3月初6就成亲。3月初6，那不就是没几天的事？他怎么这么想不开，还要嫁到秦家去？还有，他娘不是已经好了吗？姨母那边又不用他担心，他要灵泉水做什么？李渊直接转述了苏明山的话。姐，说实话，我不大想给，我们又不是开善堂的，哪有谁有点事就找我们要的道理？这么珍贵的东西，怎么可能轻易给出去？之前他家里有1颗保命丸，陈武伤成那样的时候，他不也是拒绝，说是要留给他娘救命用的吗？这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他为此还给了点钱，所以谁都没说什么。但是我们的东西大伙儿都知道，同样也是留着救命用的，之前给的真的够多了，哪有一直要的道理？以往姨母没少得苏家的照顾，之前便是去京城，也是苏明山帮着护送的。看在这份上，我可以允他大半瓶。姐，你那有帮我稀释到4成的样子给他，这浓度比以前的高1成，效果会更好一点，也算是我暗中对他要成亲的祝贺吧。银子我不要，让他帮着买点东西送给有需要的老百姓。只是姐，你可得和他说清楚，仅此一次，咱就没了啊。想了想，他又去李清华家。元娘，你带的这是什么？西瓜，我和谢哥意外得来的，听说汁多甘甜解渴，想让大伙尝尝。这碗种的是西瓜籽，我想让族里也种一下，要是能种出来，到时候族人也能多些收入。元娘说的是对的，这西瓜特别甜，汁也很多。元娘，这东西要怎么吃？拿刀切，吃里面红色的果肉。听说吃完后，西瓜皮也不用扔，去掉这表皮绿色的部分，剩下白色那层可以炒菜吃。很甜，这东西不错，我从未听过咱流云县有这东西。等种出来后，应该不愁卖。元娘，你知道这个要怎么种不？我听说要种在沙地里，不能有积水。西瓜可以先育秧，秧苗出来后，应该和种玉米差不多吧？1个坑1颗西瓜苗，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需要你们自己摸索。对了，华叔，每1颗西瓜结果，不管结了多少个，最后记得摘掉一些，留下1、2个。你们要是舍不得都留下的话，其他的瓜就长不大，且可能也没那么好吃。我这么说，也不知道你们懂不懂。1颗西瓜就好比1户人家，他们生了6、7个孩子，但是地里每年产出的粮食有限，要养那么多孩子，大伙儿吃得少，吃不好，日子过得艰难，所以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也长不高。
然而要是只有1-2个孩子，那地里同样产那么多粮食，但均摊到那2个孩子碗里就多，孩子吃得饱了，自然就长得白白胖胖，个头也高，所以必要的时候要懂得取舍。少安的话，大伙儿听了可能心里不得劲，但是话糙理不糙，大意确实如此。再说咱们只是种东西卖，和生儿育女没关系，也没让大伙儿把家中子嗣送人。这西瓜要是种出来的品相和味道不好，那结得再多，卖不上价都没用。所以留1-2个，东西好，价格高，也是值得的。华子，你看看怎么安排大伙儿把这些种下去。既然要杀地，那就选靠流云河那一带不容易被淹。眼下大伙儿只种红薯，比往年种水稻来的轻松许多，家家户户出1-2个人一起开出来种就行。我打算过几天等红薯种好后，带几个人去上游看看那边的堤坝是什么个情况。要真的不大好，大伙儿都趁早给我准备起来。少安早早为我们筹谋好，就是看在元娘的面上，你们有人要是不领情拖拖拉拉，到时候大伙要走了，你们还没准备好，那就甭怪族人把你们抛下，到时你们是死是活就看你们的命，怨不得任何人。华叔，我到底也只是听人说，具体怎么种也不是很懂，你们都是种地的老把式，稍稍一琢磨应该就比我懂。我只知道这西瓜不耐涝，不然根会烂。这碗中的水是谢哥冬日配来种菜的东西，你把刚才那2个西瓜的籽放进来泡着，等地开好后，西瓜籽种下去了，水别随便倒地上，回头倒到池塘里去就成。只是李元都没想到，苏姑娘，你的事我都听姐说了，那个家里现在就剩下半瓶，我可以都给你，银子我也不要，你拿着买些米面送给有需要的老百姓，不管是以我姐的名义也好，你苏府也罢，都没关系的。这里头是我答应的100两，你收着吧。至于你说的买粮食送给老百姓的事，我也会照做的。说来是我贪心了，我知道这东西珍贵，有银子都难买到，但是牧羊现在情况不大好，之前秦家也曾花大钱从别人那买了保命丸，服用后效果不大，所以我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不用，说好100两就100两，你帮我拿着银子买些米面给老百姓就行。再说这东西也与我无关，是我姐夫的，银子就不用额外给了，都买成粮食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银子归银子，不能混为一谈。再说和秦家联姻，我得到的好处颇多，这点银子于我而言不过是毛毛雨，拿着吧，我也好心安。既然如此，菜娘你就收下，你要是觉得不妥，那就把自己种出来的西瓜给苏妹妹一个，叫她尝尝鲜也行。姐，可是这东西是姐夫的，银子不该我拿。没事，之前谢哥把东西给你，那就是你的。苏妹妹，这瓶是菜娘用过的东西，其效果比以往的都来得好，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只是家里也就剩下这点了，往后别说是你，便是我们自己想要也没得，除非哪天有幸再一次能碰到那个神医。这有些困难，当初我霉运越来越重，去府城一路困难重重，偶遇的时候，那神医年岁已大，又四处游历，根本不知道他现在会在哪儿。关键是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许如今人已经没了也说不定。之前姐夫一共就得了10瓶，苏姑娘你这边加上现在这个，一共是6瓶，剩下4瓶里有2瓶给程武用了，还有2瓶前些天让表妹带回京城，1瓶给小姨，1瓶给姨母。苏明山过来的时候，心里是奢望着李元他们除了王灿这剩下的外，还有多余。然而这会儿一听自己手中是人家最后仅剩的，内心又是感动又是愧疚。要不是牧羊等着救命，他都想把这个还回去。别多想，这东西虽然是救命用，但眼下我们也用不着，能帮到你，那也是值得。你知道，我这人运气向来不错，或许那个神医没死，我哪天碰到了呢？到那时我一定多买一些，然后分你一点。乔丽姐姐这话说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等好东西像大白菜，想要多少有多少。也罢，虽说我给了银子，也会买粮食，以李姐姐你的名义送给老百姓，但我还是欠你们一个大人情。往后李姐姐你和菜娘有什么事，只管来找我，只要我能做到，一定会帮忙的。另外，我成亲的时间是下个月初6，也没几天了，你们若是得空，请务必要来。李姐姐，因为要成亲，婚期比较赶，所以我也不好在这耽搁，得连夜赶回去。李姐姐，因为要成亲，婚期比较赶，所以我也不好在这耽搁，得连夜赶回去。等等，菜娘，你去把自己种的西瓜拿来给苏妹妹。好。李姐姐，这东西是菜娘种出来的，不多，一共就结了几个果，今儿刚摘下来，除了给族里送2个外，就你这一个。另外之前我们吃了1个，你带回去吧，吃个稀罕。苏姑娘要是不着急，就等一下，我厨房里还有打开的，
去给你切一块。蔡娘，你也别见外的喊我苏姑娘，直接喊我明山吧。这东西是你种出来，那你还能种更多吗？只要你这边种出来，我就按高价收，具体价格回头我得空过来，咱们细聊。行，等你得空再聊。若是我姐有空去府城，那到时候让她带去找你也行。好，那就这么说定了。苏妹妹，这西瓜已经熟透，不能磕了碰了，不然得裂开。还有，我李氏一族的人已经开始种，不出意外5月份应该能熟，最慢也不会超过6月。好，那我尽量在4月中下旬过来一趟。你的婚礼我怕是不能过去，不过礼物我会准备的。等回头君子和征子去参加府试，到时你若是在府城，咱们再去。李姐姐，你也知道这果子稀罕，就我所知，目前整个新阳府都没出现过，云国其他地方有没有还不知道。回头我拿着种子叫人种行不行？行。从空间的冰箱中拿出为数不多的奶油草莓。蔡娘，你尝尝这个草莓，不过在尝之前，先把中间这个颗粒挑出来，这是草莓籽。姐，这个草莓和山炮挺像的，不过个头比山炮大很多，而且闻起来很香。认真观察的话，又看得出来区别还是挺大的。味道和口感都比山炮好吃，且吃了满嘴留香。不过也不是说山炮不好，而是看个人喜好。这是元娘仙府中的东西，目前凡间还没得卖。弟妹，你若是种出来，定然能卖高价。仙府中还有多少？我晚上抽时间用针把这个种子挑出来，到时候试试看能不能种出来。就这些，我不知道要怎么种，你自己看着来。等种出来后就找曹爷，全卖给他。这东西比西瓜更不好运送。好。彼时，元娘，快看，空间没有时辰之分，如他所盼那样，确实出现了河流，不，应该是说小溪流。元娘，你来看看这脚印。谢哥，这是鸭子或者野鸭的脚印，咱们找找看，这草丛里有没有野鸭或野鸭蛋。只想着刘东升的伤势快点好，到时候再去揍他一顿。或许野鸭、野鸡、野猪什么都出现也不一定。这么想着，两人将地逛了一圈，发现因为李家坳的人开始扦插红薯藤，地里的作物增加的速度比之前快了一些。如果说西瓜藤原本只有2指长，那么现在已然开花结果。见小猪仔也长大了不少，最奇怪的是鸡圈里面居然混入了2大1小3只鸭子。谢哥，你看看我是不是眼花了？我怎么看见鸡圈里窝着3只鸭子？元娘，这2只都是母鸡，咱试试能不能把外头的鸡蛋带进来，让它们孵。可以，就是不知道这样孵出来的算不算洞府原本有的。如果不能，想要和原本有的一样快速成长，怕是不能。无妨，总归要试试。还有，既然溪水是活的，咱们截一段来养鱼虾，回头想吃了就直接捞。可以，不过这些我不会，你琢磨看看都要准备什么东西，到时候你自己折腾。成。转眼已然进入3月，王老太恰好从府城回来。奶，你怎么了？元娘，年后这段时间，咱们这边下雨了吗？我在府城住了那么久，除了3月初下了一场连地都没打湿的毛毛雨外，是一直晴天。府城里到处都在传，今年的年景不好，会闹旱，大伙儿都可劲儿的囤粮食囤水。没有，一滴雨都没下。且今年3月的气温，除了早晚外，中午那会儿热的都赶上夏天了。大伙儿一到中午就穿夏衣，不然指定热得狂冒汗。我把面摊的生意给3婶他们了，3婶说这天热，生意跟着受不少影响。后来他把面改成煮好后过水的凉面，又把汤改成浸在井里的绿豆汤外，生意才好了许多。元娘，现在外头的情况是这样，我看等到4、5月会更糟。只是干旱咱还不怕，怕就怕你说的暴雨溃坝。这都3月中旬了，族里可是有人去查看过流丰县的河坝。我在府城听娇娇说，咱流云县的县令挺能听得进劝谏的。大伙儿本以为他会是个贪官，但没想到他居然和陈大人一样，是个一心为民的好官。既然如此，少安可是有和他说这事，让他去上游看看，顺便和那边的县令说说这事儿。现在许大人被谢哥给说动，已经决定做个好官，然后就在前天被谢哥和曹哥等人护送着去流丰县了。那如果流丰县的县令安排人去修补堤坝，是不是咱就可以不用搬？奶，不要想得那么简单。许大人终究是流云县的县令，他就算是去流丰县，奶也顶多是带流丰县的县令去河坝那边看看，具体怎么做得看人家县令。再说便是没有溃坝，咱流云县地势低洼，本就该搬迁。
我们李家澳地势在整个流云县是最低，也靠流云河最近。只要一下暴雨，且持续一段时间，那河水必然上涨倒灌。以前又不是没有被倒灌过，只是那之前下的暴雨持续时间不久，所以河水最后倒退的也快罢了。元娘奶年纪大了，经不起再三的折腾，这次回来想和你爷商量一下，让你大伯和三叔分家不分户，家里的地不管以后还在不在，暂时也先分一分，到时候让你大伯娘带你大嫂二嫂先去府城。我这次回来之前，你大伯已经租好了宅子，离娇娇家不是很远，但没他那大，不过要住你大伯一家还是可以的。奶，你不去的话，就我大伯娘和2个嫂子，能行吗？这也是奶今天想和你说的。君子和征子4月要府试，想来也要提早去府城，到时候我想让他们跟你们一起去。对了，元娘，你要一起过去吗？不了，我准备让谢哥带采薇和青纱一起去，我和菜娘留在这儿，到时送大伙儿一起去庐阳府。这天热，路上来回奔波，谁也受不了。再说我和菜娘还种了西瓜和草莓，这东西罕见，味道好，可以卖不少钱。因为族里种了不少西瓜，之前还和苏明山约过，他4月中下旬会过来收。奶，苏家妹妹的婚礼你去了吗？没有，他知道我在府城，倒是看在你的面上喊我去了。当我一个乡下老太太去了做什么？没得给你丢脸。不过我听说他的婚事在酒楼中办得不是很顺利，好像是拜堂的时候秦家那个小子突然晕了，然后秦家人着急之下说了不大好听的话，紧接着有个俊俏公子哥骑马过来，拉着他就要走。对了，我听说那公子姓陈，元娘，你说会不会是过年那会儿来咱家里的陈公子，就是和苏家丫头一起过来的那个什么将军府的？或许是吧。秦家不算钱财的话，本就算不上是个好人家，哪怕秦牧阳本人还凑合得过去，但他的家太复杂了，且他解决不了家里的问题，就不是个好良人。之前苏家妹妹说要嫁给他的时候，我下意识就觉得不好，但作为外人也没资格说什么。如果他就此和秦家彻底断绝关系，也挺不错的。苏家自己本身也有钱，何至于为了钱搭上自己的后半辈子？个人有个人的想法，钱财没人会嫌多，这种事单就苏家丫头一个人答应是没用的，指定他爹娘也是同意了，所以人家全家都同意的事，别人说什么都没用。陈家公子是挺好，但身份高，苏家是商户，真要结亲怕也有些难。元娘，这天色不早了，采薇和青纱呢？在李家澳。这不是谢哥去流丰县，君子和征子就去三婶租的宅子那边了吗？我琢磨无事，昨天带2个孩子回去，结果他们见菜娘种的西瓜和草莓稀罕，就舍不得回来。我今天回来时还特意问过，结果2丫头说要和淼淼玩。奶，这是菜娘种出来的种子，是谢哥找人从番外那边传过来的，你尝尝。元娘，这东西水多好吃又解渴，难种吗？要是不难种，你看能不能叫你大伯他们也种一些？我是想到时候让你大伯娘过去的时候，换一个大一点的院子也种上一些，哪怕有一天缺水，大伙儿也不至于干渴难耐，或许还能卖上高价。还有，你那宅子大，可以把菜拔掉一些，都种上这个。不难种，大伯娘应该知道怎么种，到时候都不用我说，她应该会种的。至于我那宅子，等谢哥这次去府城就会种的。不过奶，回头你记得让大伯娘他们多囤点水，这西瓜是寒凉之物，咱不说别人，就我那2个嫂子可不能吃。我回来之前已经叮嘱过你大伯，这次去把淼淼和庆伟也一起带过去。奶，今天家里就我一个人，你要不就搁这儿歇一晚？不了，你不是说你三婶在这儿租了宅子，我过去那边看看，你送我过去，晚上就搁那边吃，也省得一个人做饭。门口就传来敲门声。秀才娘子，我家主子晚上在府邸设宴，特意命我来请你过去。不知道你家主子是哪一位？我今儿有事不得空，着实抱歉。我家主子是许大人从京城带来的柔姨娘，我们柔姨娘的娘可是在三皇子母家徐府老夫人跟前伺候，且说话颇有分量。你一个秀才娘子，成日闲在家，能有什么事啊？我家柔姨娘明日生辰，今儿
准备提前庆祝，喊你那还是给你脸，你别给脸不要脸。区一个婢妾，连个良人都不是，有什么好得意的？什么叫给脸不要脸？你回去告诉你家姨娘，一个婢妾还是京城远道而来的，都没多久，脚跟还没站稳，别太嚣张了。什么老子娘是在老夫人跟前伺候，那还不是个下人？做下人就要有做下人的样子，你摆姿态给谁看？说了不得空就是不得空，你以为谁都和你家姨娘一样，闲着没事做，成日想些有的没的？我都不认识她，她一个姨娘过生辰，喊我做什么？想要我送生辰礼？你既然知道我家的事，想来也知道我是乡下人，按照我们乡下的规矩，过生辰吃个蛋就好。你等着，我去给你拿2个蛋，麻烦你见到你们姨娘的时候，替我说句生辰快乐。元娘你也真是，那种人给什么蛋？留着煮给采薇和青纱吃不好吗？奶，人家都上门请了，即便不知礼数，但咱也不能同样不知礼数，你说对不对？我确实是个乡下人，咱们李家傲的规矩也的确是过生辰的人吃鸡蛋，那我送2个也没失礼啊。那柔姨娘就算去许大人那吹枕头风，咱也不带怕的。只是李渊有些奇怪，就他所知，许大人应该有给那柔姨娘下药，按理来说，她现在应该是病卧在床才是，怎么还有精力搞什么生辰宴请之类的？难道是之前那个冯青莲不给力，没斗得过柔姨娘？李渊也没往心里去，他可没什么闲心去管人家后院的事。眼下许崇光已经决定做个好官，且那白师爷也选择和谢哥同一条船，那什么柔姨娘压根算不得什么。在李铎吃饭的时候，谢家大门再次被敲响。秀才娘子，奴婢主子是韩姨娘，奴婢给秀才娘子问安。这信是韩姨娘让奴婢送过来的。李渊拿着信回到厅堂，当场打开，就见里面短短几句话，说柔姨娘趁着大人不在的时候作妖，这事他会解决。还有，别去柔姨娘所谓的宴会，别花钱送礼，更别怕她会吹枕头风，只要当做这事没发生即可。许大人这2个姨娘可真有意思，暗地里斗到明面上了。这正妻都没来，小妾就斗成这样，也就还没生孩子，这要生了还不定会如何。这就是女人多的麻烦，不然哪有这些破事？铎子，乃可告诉你，往后即便是再有钱，也不许纳妾，家中除了明媒正娶的媳妇外，不能有乱七八糟的人。你要是敢乱来，我打断你的腿，就算我没了，也会半夜从底下爬上来找你的。奶，你放心，我不是那种人，也绝对不会的。往后子孙也不许如此，这就是我们李家以后的家规。是，绝对不会纳妾生子，除非媳妇儿年过30，还不会生。有时候不能生，也不一定是女人的事，也有可能是男人，所以到30还不能生，就得确定到底是谁的原因。等回去我就写好记下来，往后就按照家规代代传下去。元娘，流云河上游的堤坝，远远看去挺好的，没什么问题，走近看也是如此。本来华叔他们都觉得或许是我们杞人忧天，但想还是仔细一些为好，所以我们几人分成2波，上上下下来回检查好几天，终于在中间的位置发现了细小的裂缝，那缝不起眼，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缝隙很大，我的意思就是很长。很长，还是竖着的，一旦接连下暴雨，河水暴涨，那处肯定会裂开。咱们李家傲的地势低洼，别说溃坝一下子把我们淹没，就是河水倒灌，我们可能一夕之间连家都没了。华叔说，等地里的红薯收了，我们就去庐阳府。要是最后没下暴雨，没被淹，我们的家和地都还在，那等来年再回来。要是淹了，以后庐阳府那边就是我们的家。那你今天过来是为了说这事？是，也不是。华叔让我们来通知大家回去，明日全村人包括近10年出嫁的姑娘都回去说这事。溃坝不是小事，得告知他们，并且说我们决定离开的事。他们要是想一起走，那就趁这2个多月早做准备，不走，那我们也尽到告知的责任，事后是生是死都怨不得族人。大哥，那到时候露营怎么办？我是说，假如有人愿意跟着一起离开，就好比大妞姐他们。这个华叔没说，我想明天应该会一起商讨。李家这一次分家很是顺利，谁也没眼红，更没不舒服。王老太这次回来并没有带太多银子，之前他走时带走了李家大部分的银钱，只是这些现如今叫他陆陆续续囤了粮食放在谢家，之后又扯了透气的上等棉布，做了2身衣裳4双鞋子，同样留在谢家给李军和李征。他希望2个孙儿穿着他做的衣服和鞋子，能带着他的祝福一举通过府试，成为童生。眼下回来，他手头的银子扣除车费外，仅剩下4两8钱。
加上李老头这边剩下的1两3钱，他们只留了2两，将剩余的4两1钱都递给李征。君子，这银子都是大房和你们3房赚的，既然分家这么安排，你拿着就是，用不着胡思乱想。再说，我如今虽然不赚钱，家中也没有田地，但家底比你们都多。不说我姨母和小姨对我的帮衬，便是之前的彩静表妹给的，也够我和灿灿吃香喝辣。君子，你这边当初分家的时候，宅子是单独找人给你们盖的，并没有随便拿破烂茅草房打发你们。另外，水田和旱地都是均分给你们的，又考虑到你们娘要吃药，家中的银钱还给了你们一半，加上分家已久，所以这次就没想给你赶考盘缠。爷，我晓得，这些银子你便是分出一半给我，我也是不会要的。你放心，我心里都有数呢。对了，我和三哥决定21就启程去府城，先和你们说一声，到时候就不特意回来说了。王老太还没来得及和2人说，到时候让他们带着2个嫂子和大伯娘以及2个侄子侄女一起去府城的事。此时听李军提起，他便将这事给说了出来。姐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赶回来，我们知道地址，可以先过去。灿灿昨天晚上说，这次他想先带采薇和青纱跟着一起，姐就先留在这边，到时候亲自送你们去庐阳府。乃要是姐夫在的话，有他给我们解保，带着2个嫂子他们倒也无妨。但是此次是跟之前现世时给我们做担保的领生一起，怕是有些不便。你看这样行不？我让三哥跟着他们一起走，我留下来慢慢护送大伯娘和2个嫂子。老头子，你看是让铎子跟着去，然后换他爹回来，还是让元娘跟着走一趟好？虽然有灿娘，我也放心，但是吧，灿娘终究没出过远门。要平时我倒没什么不放心的，但现在不是有2个身怀6甲的人吗？铎子就不用去了，让老大2口子留在那边比较好。铎子和瑞子到时候跟着咱们走。这次举族搬迁，年轻的壮劳力越多越好。娘老大回来，叫铎子过去的话，难保庆伟娘看到自家男人没在身边，心里会有想法。蔡娘这个孙媳妇儿跟在元娘的身边，哪怕没出过远门，见识也比其他几个孙媳妇儿来得广。咱应该要跟元娘一样，学会信任她。老婆子，你莫要忘了，这次跟着一起去的还有采薇和青纱。要是元娘不信任蔡娘的话，是不会放心把2个孩子交给她一起带走的。翌日一早，李渊亲手送走2个孩子后回到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这和以往孩子留在李家坳不同，他们母女这一分别至少得3、4个月的时间。当然，这还得是顺利的前提条件下，这要是不顺利，还不知道要耽搁到什么时候。元娘，你不知道，我们和许大人穿着便衣，一到流丰县后都没去那衙门，而是找人问了路，过去查看了，发现堤坝有一条很长的裂缝，这才去流丰县县衙找刘大人。不是很顺利？刘大人知道有裂缝后，第一反应居然很开心，还特别感激我们的告知。之后喊来衙差，就让老百姓停了手中的春耕，一家不拘男女，只要家里有3口人以上，且年岁达到15者，就必须得出2个人去服徭役。若是有不去的，1个人投出5两银子，美名其曰堤坝情形严峻，不能就只要1、2两。钱要是少了，老百姓不会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得提高了要，这样大部分的人都给不了这个钱，就必须去服劳役。去年流丰县的雪灾严峻，老百姓受灾严重，死伤不少人。一家3口以上李氏老弱病残的话，也必须得去吗？等于一家想要不去，就得出10两银子。今年正是艰难的时候，他这样做就不怕老百姓闹？百姓怕官，就算有闹的，被他拿几个杀鸡儆猴，谁还敢闹？这是地方的政务，他作为一县父母官做的决定，哪怕不妥，我们这些外人也说不得什么。我们暗地里走访了些地方，老百姓去年受影响严重，许多人因此伤了身子，又因缺钱少粮落下了病根，即便是如此，也得拖着身子去服劳役。那就只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鱼肉百姓。那边的情况相当糟糕，刘大人只是借机敛财，尤其是管那些商户要，寻常老百姓的死活他根本不看在眼里。就眼下这越来越热的天，堤坝裂缝什么时候能补好，谁都不清楚。加上我发现那边老百姓种的都是水稻，便建议他让老百姓多种耐旱的作物。他不以为然，说我们杞人忧天，其实那裂缝便是能补好，我们也不放心。回程路上，我建议徐大人趁早做好安排，就是怎么转移整个流云县的老百姓这个问题。只是目前什么情况都没发生，我也不大好直白的说出来，便暗示了一番，也不知道他懂不懂。眼下朝廷任命的新知府还没到任，就由罗同知暂代。罗同知之前被催眠后，到现在脑子都不大好使，便是暂代知府一职，也不能完全胜任。月初子冉兄回京之前，来信与我说，让罗同知暂代知府一职，也只是为了确保府事能够顺利进行。至于新知府和通判，估摸都要到5、6月，也就是院试之前。新阳府复数，能来新阳府任职的人，在京城或多或少都有些关系。之前子冉兄说，这边的问题要等新知府到后来处理，所以目前我们便是不忿，也不能做什么。谢哥，
咱也不是圣人，更没权势滔天，能做的都做了，接下来顺其自然吧。只是你们去一趟，苦了流丰县的老百姓，不过也给了那些老百姓警惕，知道堤坝不好，应该会提前做准备。同时，流云县这边老百姓心里也有数，情况再糟糕，也比一无所知道事情真发生了来得强。君子他们启程了。对，奶这次回来把家也给分了，就是分家不分户。大伯娘带着2个嫂子一起去府城，我让蔡娘也带着采薇和青纱去了。谢哥，你这边是等休息好了再去，还是？今天24，你先府中的西瓜不是还没卖？线下曹哥回来了，我晚点去找他一趟。元娘，你现在回李家啊，到时候我带他去过。等你把这些卖了，我明日一早就启程。这个月本来说要好好训练一下君子和征子，君子还好说，主要是征子，结果因为这些事给耽搁了。我明日一早启程，等到后我找几个人单独给征子训练下。咱家的马车呢？你是明天自己赶车去，还是把车留在这边，到时候再买？回来的时候马车是张聪在赶，这会儿估计在衙门，我晚点赶回来给你。明日一早去车行坐车，刚好趁机休息下。这马车就留给你，府城咱家到贡院近，便是走路去也要不了多久。元娘，接下来我要准备乡试，家里这边要辛苦你了。你放心，采薇和青纱我都会照顾好的，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让征子和君子考个功名，即便考不上秀才，那至少也得是个童生。咱们一起为将来努力。李渊到李家坳的时候，把空间里的西瓜和草莓都放出来后，这才拿水壶稀释了些灵泉水，用来浇灌地里的草莓和西瓜。曹哥和许大人还有白师爷来了。谢哥，西瓜都放在新房子那里，门没关，你去挑2个过来，打开教大伙尝尝鲜。元娘，那么多马车是做什么用的？装西瓜和草莓的。爷，你们刚好也过来看看这2样瓜果的价格。这2样不知道弟妹怎么卖？曹哥能给到什么价位？刚才碗里装的那个酸酸甜甜中还带着香的果子，虽是好吃，但一看就不好运送，1斤我给200文。另外这个瓜论个卖，小的一律500文，大的800文，弟妹觉得如何？曹哥，便宜了，这可是云国头一份。不算便宜，这2样中那个刚才装在碗里的果子极难运送，我得将折损算在里面。另外这个瓜好吃解渴不错，但之前你送到我那儿的，我试着用手稍稍使力一拍就裂了，所以运送到别的地方，路上只要有颠簸，那些瓜互相碰撞下必然会裂开，这折损咱也得算进去。话是这么说，但是曹哥可以一层稻草一层西瓜，就我目前看来，这些东西想来曹哥都不用运送出去，咱流云县内就能卖得完。像是冥府之类的人多，1-2个瓜子能行。他们府上应该有冰窖，可以多买几个西瓜，放在冰窖中，等大热天拿出来吃，不会坏不说，味道还格外好。还有咱流云县那些往来的客商，难道就不想买了尝尝鲜？奶油草莓的价格便宜了，这种果子本身就不多，种起来也比西瓜麻烦，所以1斤最低价格至少得2两。若是曹哥这边觉得不妥，那这个生意我找别人合作。曹哥，家里现有的草莓一共都不到10斤，谢哥说1斤2两，我都觉得便宜。依我的意思，1斤没有5两银子都不划算。虽说这东西贵，但贵有贵的道理。我相信这要是种在京城的话，说不好会是贡品。就这香味口感，想来宫里的贵人们应该会喜欢。既然如此难种又如此稀少，那这价格便照1斤2两收。至于这个叫西瓜的，弟妹心底的真实价格是多少？曹哥，你也知道这东西稀罕，虽说不大方便运送，但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路运怕颠簸，那可以从流丰县走河运不是？这西瓜我不按个买，只按斤，1斤100文。我相信曹哥，你运到其他地方，这价格可以翻几番。头1年嘛，吃个稀罕，何况说我这瓜果是番外才有的品种，味道也是真的好。许大人，许家中想来也有专门做生意的旁支，不知道你这边是否有兴趣吃下这些？这西瓜只要不颠簸摔坏，相对草莓来说还是很容易保存的。你这边着人走水路，一路运回京城，应当能借此大赚一笔。我这西瓜不多，目前不会超过200个，按照1个10斤来算，也就2000斤，最多不会超过3000。而你叫人运送回京城，可以专门卖给那些不缺钱的达官贵人。京城有钱人多，别说1斤500文，就是1、2两，我想都会有人买。这刨除各种成本，你这利润至少在成本的基础上翻几番。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虽然一批批看起来钱少，但只要卖得多，那不就是积少成多？这个本官要了，1斤就按照你说的100文，你称一下，看看具体有多少，本官这就叫人运送回京城。许大人，我这可不赊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许崇光从京城来此上任时就没带多少银子出来，且多数还在柔姨娘那儿。他是为敛财而来，所以对那些小钱压根没在意。只是如今他转了志向，一心搞政绩，故而打从正月上任到现在，流云县往来客商孝敬的银子是有，
然而到底不如特意敛财的多。那些他除了少部分自己留着外，剩下的都给韩姨娘了。知道白师爷比他还穷，而曹志，他自从第一次来这儿被修理一顿后，哪里敢管他要或者借？许大人，你看这样成不？这批西瓜我这边本意是和曹哥合作，今儿曹哥将马车都赶过来了，而我这西瓜是完全熟透的，也不方便远运，这次就卖给曹哥。等过段时间，我这边还有一批成熟的，会在彻底熟透之前摘下，到时候你这边银钱什么都准备好了，我再卖你，如此你也好方便运送到京城，而不怕熟透半途中烂掉。许崇光即便想赚这个钱，奈何现在没银钱，这让他不禁有些气闷。只是李元的话也有道理，这西瓜目前他也不知道什么个情况，万一买来因为太熟了，运送到一半开始烂了怎么办？如此也只能等下次。既然如此，那等下次，到时还请弟妹务必提早告知，免得本官又没带银子出门。一定一定。既然大人说一斤100文，那便100文，弟妹这里有多少，我都要了。这一天对李家傲的人来说，心情是前所未有的激动。在看到地里的西瓜时，就像是在看金子一样。光是卖这些瓜果，李元一次性赚了254两。这笔钱对李家傲常年在地里刨食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月娘，我走了，你自己一个人多保重。我和孩子们在府城等你。谢哥，肉干和豆子还有灵泉水，别忘了带上。还有，我等你的好消息。等再见面，到时候你就是举人夫人。月娘，我走了。家里若是有什么事，记得去找曹哥和张聪他们。那我叮嘱过。好。已经3月底了，这次是李瑞来城里接他的。等他看到空荡荡的谢家，月娘，你把东西都寄到府城去了，连那床和桌椅都一起？没有，大部分的东西都寄过去了，但像是旧桌椅之类的，就送给了左邻右舍。我琢磨这些李家傲都有，而到时候路上也不好带走，就顺手给送了。眼下我除了1辆马车外，也就之前谢哥买的那些油布，还有一些被褥和一个简单的包袱。那到时候路上吃的米面等物呢？你之前也没少买，都寄走了？我一个人吃不了多少，加上谢哥给做了安排，我们一路从这里去庐阳，到特定的地方就会有专门的物资供应。谢哥话中意思，带的东西多，太过打眼不好。咱们人多，想不打眼都不行。不过也正是因为人多，那些别有心思的人想要做什么也得掂量一番。那李家傲家里可有口粮？算了，你回去也是一个人吃饭，干脆就过来跟我们一起吃。老宅这别的不多，粮食倒是陆续买了不少，总归不会饿着你。李元在李家傲住到4月初10的时候，李庆华带着族人们回来了。我们这次去上游查看，发现情况比之前还来得糟糕。因为刘丰县服劳役，我们没法走近查看，所以只能远远地看着。然而就算这样，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堤坝是什么个情况？最初堤坝只有一条竖着的裂缝，等于是存在溃坝的隐患。但这次我们发现，居然有好几个地方都缺了一个大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眼下流云河水位上涨，那便是从上游那些个缺口流出的。目前看起来是好事，至少我们下游的人短时间内不会缺水。然而老祖宗们说过，大旱之后可能会出现蝗灾、大涝或地冻，不管是哪种，咱们都承受不起。咱李家傲的人挨着流云河又一辈子在地里刨食，地冻咱跑不了，大涝上游溃坝，河水倒灌，咱跑不了。而蝗灾，那过后是寸草不生。这涉及的不仅仅是咱李家傲，那可是整个流云县。这段时间我仔细琢磨过，地冻的可能性很低，蝗灾也不高，所以极有可能就是少安说的洪涝。而那句老话，大旱之后必有大涝，大涝之后必有大疫，也不是说笑的。现在咱既然已经看清楚上游是什么个光景，那就早点做好准备。从明日起，大伙儿开始编蓑衣和斗笠，甭管家里有几个，是新是旧，全都给我做。山上有竹子，砍竹子来做斗笠，顺便多做些竹冠，务必做到离开时，不管男女老幼，人手得有2个。记住，竹子不能全部都砍了，咱这不管最终会不会被淹，总得为后人留一些。咱李家傲去年因为烧炭，日子过得宽裕一些，但就算是如此，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牛驴这些牲口，人口多，以走路为主，所以这鞋子要尽可能多做一些，家家户户每人至少得准备3双以上的草鞋。路上兴许会不好做饭菜，家里有手巧的媳妇们想办法多做一些经得住放的口粮，到时候饿了打开就能吃那种。每家须得准备2辆板车，
独轮车路上要是下雨泥泞不好推，且还费劲。不会坐板车的，跟着会的人学，给打下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元娘，族里7岁以下的孩子有13个，现在身怀6甲的也有5个，你看这边能不能想办法先将他们送过去？你放心，这银子族里会出。华叔，族里7岁以下的娃儿先走倒是可以，镖局是闵家开的，主要给银子。又有录影的话，让他们现在就护送着去庐阳府都行。只是单就孩子们去吗？不另外派人过去照顾他们？还有，到了那边他们住哪儿？吃喝用怎么办？户籍册怎么落户？陈大人3月才到庐阳上任，现在估计还没站稳脚跟，想帮我们还要再等一等。至于身怀6甲的嫂子弟妹们，我真不敢保证，这万一路上有个什么，那我便是罪人。元娘，那可以先把孩子和有孕的人送到府城吗？族里会派2个人过去照看，等我们到庐阳府安顿好了，再派人过来接也一样。可以是可以，但是那么多人到府城的话，住哪儿是个问题。孩子们还好另宅子，这要生产的妇人可能不大妥当。每个地方的风俗不同，府城那边可能会有所顾忌。之前我2个堂嫂离开之前，堂兄为了以防万一，还管我借了银子买宅子，说好8月谢哥中举后归还。元娘，你前段时日卖了那些瓜果的银子，能够借？元娘2口子对族人真的够可以了，是他们在得寸进尺。可是没办法，眼下能帮到大伙儿的也只有这2人。族里大伙儿的银子基本上都是用来买米面了，手头剩余的不多，便是凑一凑都凑不出那么多来。华叔，我留下到时候带大伙儿去庐阳府，所以银子不方便留那么多。之前谢哥走时，多数都是给他带走了。如今我院子里的瓜果还未熟，也没卖出去，所以手头满打满算只有50两，那还是谢哥留给我，以防万一的。我晓得族里的艰难，这样我把50两都借给族里。华叔，你再让大伙凑一凑，实在不行回娘家借也行，等族里卖了西瓜再还回去便是。到时候嫂子弟妹们生了孩子，去庐阳府之前再将府城买来的宅子卖了即可。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银子，你们数一数，够50两了，剩余的还我便成。华子，元娘的银子不多了，你们回头卖了地里的西瓜，记得还他。这孩子实诚，念到之前族人在他和离时对他有恩，特意和城里的药铺买了些药，他说是用来治疗头疼脑热和跌打止血之类的。这银子还没给，得等到我们离开这里前几天。除此之外，为了大伙又出钱去县城聘了那个刘大夫跟随，他允诺人家跟着出去一趟，一路管吃管喝，还会给20两的回报。这些少安也是知道，只是到时候都得从地里的那些瓜果里出。一定，肯定会还，等卖了西瓜马上就还。元娘，我替大伙儿谢谢你。华叔，你们都是我的族人，只有你们好了，我才能好。我有能力又有钱的话，花点让大伙都能好，那不是很好吗？我是小辈，您这样可真是折煞我了。华叔，咱既然要离开这里，你看咱葬在这边的祖辈怎么安置？就还留在这边吧，到时候家家户户带着牌位走就行，或许这边不会被淹，都还好好的呢。爷，那顺便把我娘名字给改回来吧，就是族谱这边的名字。行，族谱这里改成李韩氏，下面的婉柔改成秀云。府城，姐夫，大伯娘这2日应该要回去，我想到时候跟着一起走。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我带的？这2天就回去，你不等君子他们府试结束出榜了再走？不了，我相信君子哥。之前姐夫你说他的字不行，这1-2个月他只要空下来就一直在苦练。虽然时间短，我也看不出字的好与差，但我相信他进步了。何况从去年冬月开始，姐夫你又一直在教他，加上今年参加府试的人要比往年的人少，而录取的人数和往年一样，他要不中都要对不起这运道。你什么时候走？我有信要给元娘，明日一早给你，可来得及？来得及，我和大伯娘最早应该是明天晨时候。行，那我晚上写好，明日一早给你。好，就是我和大伯娘走后，在君子哥和三哥考完之前，2个嫂子可能还要姐夫你费点心。都是自家人，这是应当的。你既然决定要回去，那早点休息。可以的话，给君子留封信。我估摸你回去后，多半是想跟元娘一起送族人去庐阳府。你们这一别可是好几个月，莫要叫君子挂心。好，我会的。那姐夫，我先回去了。随着时间进入4月中下旬，离家澳中，现在外头乱得很，一路过来，各县衙门要过路费，说是给大人的兵境，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日子过得艰难的人起了心思，将人拦下要过路费。我遇到蔡娘和大伯娘时，他们已经被人拦下有1、2日了。那些人要银子，他们拿不出，行李被抢走了不说，身上的衣裳也被扒走了。好在那些人只是要钱，没起什么龌龊心思，更没抢走马。2人还在马车里给他们留了颜面。王老太没想到会是这样，一想到儿媳妇和孙媳妇的遭遇，衙门自己都打劫呢，还会管这事？说不好还是联合起来的。他们抢了后，往衙门孝敬多少？苏妹妹，你这一路过来，在半道上可有碰到5辆一起走，有镖局护送的马车？有，我因带的护院和马车多，所以走得不快，在云阳县地界碰到了。当时马车里传来许多孩子啼哭声，镖师们正在和那些拦截的人打斗，我不知是怎么回事，见他们拦着，又看镖局插的旗子是流云县的，就让护院帮了一把。李姐姐，你这么问，莫不是认识马车上的孩子们？该不会马车里的孩子是李家傲的吧？对，现在是什么个光景？苏妹妹你知道，加上流云县的地形，还有你知道的应该比我更多一些，清楚这河上游是什么个情况。我也不瞒你，我李家傲的人过段时间会离开这里到庐阳府，陆隐什么都办好了，只是孩子们还太小，不适合奔波。除此之外，还有那些身怀6甲的人也一样，我们只能派人先将他们送到府城去安顿，等大伙儿到庐阳府安顿好了，再派人过去接。谢谢你苏妹妹，要不是你心善帮一把，都还不定会怎样。这有什么？李姐姐你帮我的还少吗？你们离开也好，现在府城没知府，罗大人这个暂代的知府什么都管不了，乱得很。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只管开口，只要我能帮，一定帮。等堂屋中只剩下2人后，李渊指了指苏明山还梳着姑娘的发髻，不说一下是怎么回事吗？我记得你之前说回去就成亲来着。我和秦牧阳彻底没可能了，目前他的身子骨已经好转，我将曾经买给他做后路的庄子也送给他了，他强硬了一回，直接将秦家接收了高家的那些产业都给了我。除此之外，还额外送我5000两救命钱。我与他从此往后便是陌路人。他放得下？秦家人愿意将那些白送给你？李姐姐，这世上没有谁离了谁就不能活，日子总归是要过下去的。秦家是不甘愿给那些，但这事本就是他们不厚道。我都穿上嫁衣准备拜堂了，他们众目睽睽之下不管不顾辱骂我，说我克夫，都还没拜堂就先要克死秦牧阳什么的。若非浩哥哥的出现，总之我和秦家撕破脸，要不是秦牧阳强硬了一回，弥补到位，现在秦家还不定如何。至于浩哥哥，他与我说心仪于我，只是李姐姐你也晓得，我与他门不当户不对，即便有心又如何？我有自知之明，情不能当饭吃。我认为再深的感情都会逐渐平淡，变成亲情。我不能用此束缚了他，他也不可用此折断我的羽翼。他有他的家族责任，我同样也有我的责任要承担。有些事明白就好，纠缠就没意义。我不想为了他去迎合讨好，同样也不希望他为了我去弯腰低头。他在新阳府只待了5天，便要回京城。离开之前，我与他说，往后我们是红颜，是知己，此生这样也挺好。好了，不说那些，反正都是糟心事。李姐姐，因为你们给的那个神医保命水，秦牧阳给了我5000两的救命钱，我不知道具体给你们多少合适，思来想去，就决定给1成，希望你莫要嫌少。不用，你之前花钱买，咱们算是银货两讫，秦家给你多少都是你该得的，与我们无关。何况你之前不仅给了银子，还答应额外用100两买粮食送给老百姓。这次过来，路上帮了我们族里的那些孩子们不说，又救了灿娘和大伯娘。你歇着吧，我稍后把绿豆汤端过来。小姐，没给出去？没有，李姐姐不要，说之前就银货两讫了。另外，我们在云阳县地界帮的，居然还是李氏族人年幼的孩子们，这大抵就是缘分。若非上次小姐过来求药，走之前李娘子他们送了西瓜给小姐尝鲜，这次小姐也不会带这么多人过来。小姐若是不过来，也就没有后面这些顺手帮人的事。我次次都得李姐姐他们的帮衬，不拘是钱财还是其他，因为那神医保命水，我娘好了不说，我又因秦牧阳身体好转，得了许多好处。李姐姐既然不要这银子，那咱们就想着给到她。素雪，你去打探一下，看看李氏族人能卖多少西瓜，还有多少时日才熟，我们将这银子折算到里头给他们。方才李姐姐说他们李氏一族的人要离开这里去庐阳府，要不是现在情况特殊，我倒是想派人护着他们。既然帮不了，那咱们就在银钱上多给一点，把价格抬高一些。灿娘别怕，不要怕，有姐在呢。你忘了吗？姐可是比你还得老天爷的厚爱。来，喝点垫垫肚子，再休息下，晚点我就给你做凉皮。姐，
咱这次多少人跟着一起走？咱族里7岁以下的孩子都被送到府城了，还有那些身怀6甲的人。除此之外，全部人都跟着，村里其他姓氏的人都一起，另外出嫁的姑娘，还有族里媳妇的娘家人，林总加在一起有800多人。姐，你有没有想过去问问刘东林？上辈子就是他带着我们到河东郡的，他的能力挺好的，有他在的话，应该会好很多。他要是愿意跟着，肯定要跟刘氏族人一起，还有水云村的那些人。咱们这800多人已经很多了，再加上他们，你想想那是什么光景？蔡娘，咱们这次去庐阳府打的是什么名义？你应该清楚。开荒茶园需要那么多人？蔡娘，刘东林既然有能力，上辈子能带你们平安无事的到河东郡，这辈子也会的。我们缺了他并不会如何，但要是多他，矛盾会不少。咱俩都是水云村出来的，不说别人，就杨大花，你能受得了到时候跟他一路？刘东升虽然被刘氏一族给除族了，但采薇和青纱身上到底还有一半姓刘的血脉，眼下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你说到时候他们会不会后延又把名加上去，然后打着是2个孩子长辈的名义，要我这样那样？姐，别说了，不跟他们一起走，就咱们这些人够了。咱华叔也是里长，同样挺不错的。蔡娘，你该信他，也该信我，还有咱爷。要是华叔没那能耐，他不会做里长，又做咱李氏一族的族长。谢哥更不会让他带着那么多人离开的。姐，现在外头特别乱，三婶他们还没去府城吧？要不让他们别摆摊了，收拾收拾，到时跟着苏明山他们一起走。现在天热，生意不好做，往来客商少，摆面摊用水多，加上大伙儿囤粮又省钱，三婶他们根本赚不了多少钱，都没怎么摆摊了。蔡娘，我的房间给苏妹妹住了，这几天就先跟你一起住。姐，那今晚你陪我，明日开始你就住空间吧。这天热，你没必要陪着我在外头受热。我空间有溪流，那里的水很凉快，要不我提那个水冰冻了，搁在房间里。姐，不用，咱家里都是女的，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打算夜里睡到堂屋去。姐，你让大伙儿准备艾草了吗？这天热，眼下正是艾草长得旺盛时，得多准备点，免得回头下雨，蚊虫多被叮咬后生病。都准备了，你放心，族里让大伙儿做斗笠、编蓑衣，还有草鞋什么的，像除蚊虫的就准备了艾草，家家户户都准备了。除此之外，吃的也准备不少，都是方便携带、方便拿起来就吃的那种。那就好。李姐姐，这个凉皮好吃，明日还有吗？有，你想吃，我可以1日3餐给你做。那接下来几天，我晚上就吃这凉皮吧。早上和午饭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元娘姐，之前我在府城也看到有人卖西瓜，但数量特别少，说是番外来的瓜果，一个要10两银子。一个10两，能卖得动？自然是能，甚至是供不应求。李姐姐，目前府城的西瓜都握在郭家人手中，我想知道是从你这边出去的吗？苏妹妹说的郭家人可是县城书肆郭掌柜的主家。对，他们也是府城的1等富商之一，主营纸业、书肆和印刷。故而他们借着给郭老爷子过生辰，开席之前每桌送了1盘切好的西瓜，将此物名号打响后高价贩卖，我才会好奇一问。毕竟我那谢姐夫与你们流云县的郭掌柜关系极好，而就我所知，目前这西瓜也只有李姐姐你这有。是，都是从我这边出去的，不过不多，一共就200个，但也不是卖给郭家，而是卖给了曹志。本身我们许县令还想要，说要运到京城去卖，但因那批西瓜熟透，路上不易保存，便给了曹哥。郭家那边想来是从曹哥那赚了一手。那这次李姐姐能给出多少？不管多少，我都能吃下，价格咱们好商量，只要品质和之前一样好，一个不拘大小，我可以2两银子收。老宅那边的西瓜已经熟了，随时都可以摘走，族里的可能还要等个3、5天。另外，县城我那宅子的院中，我三叔三婶他们也种了一些，那个可能是7、8天才行。这些可以都给你。当然，苏妹妹你要是着急回去卖的话，那我三叔他们种的那些，到时候还是给曹哥。那院子里的这些呢？想来苏妹妹也看得出来，个头还小，需要的时间更长一些。苏妹妹怕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不知道李姐姐的西瓜，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些外，其他地方还种得多吗？成熟的时间大概是多久？种得多，但没有半个月熟不了。而那一批是之前允诺我们许县令，他到时候要着人运回京城卖。除此之外，曹哥这边应该也是会给一点，但那至少都是半个月后的事，与苏妹妹这一批并不冲突。那行，3、5天我可以等，那就要你之前说的那些。至于你三叔三婶他们种的，我等不了那么久。李姐姐，差3、5天的话，味道会相差很多吗？要是不多的话，你三叔他们种的，我其实也想要。如果是正常时间种出来的，不会相差太大，但这次因为赶时间，所以用谢哥配的秘药种出来的，
就和冬日菜娘帮忙种的那些菜一样，只是加速成长，并不影响口感，吃了对人也没坏处。去年苏妹妹也没少吃那些菜，应该知道，这3-5天差距还是极为明显。那这样的话，只能很遗憾了。我估计李姐姐种完这一批，也差不多得送族人去庐阳府，短时间内应该种不了西瓜。不知道李姐姐还要不要回信阳府？到时候还种吗？种的话，能不能优先卖给我？苏明山没想到府城也有，顿时欢喜异常。那感情好，冲着咱们都是熟人，他们肯定会卖给我的。李姐姐你放心，我不会叫他们吃亏的，我会和你这边的价格一样，1个2两银子收。苏妹妹这次回去，不知道方不方便带我三婶他们，不多，就3个人，我三叔、三婶和3弟妹。要不是这次听说路上是那种情况，我其实也不大好意思麻烦苏妹妹。我还当是什么事，没问题，到时候就一起走。我这次过来带的马车多，护院也多，我那马车也大，你三婶3弟妹可以跟我1辆马车，至于你三叔，只能委屈他和护院一起。谢谢苏妹妹，你愿意带他们就好，哪有什么委屈不委屈一说。既然如此，那我明日就去县城与我三婶他们说一下。翌日一早，学会赶马车的她独自赶车去了县城。元娘怎么这个时间点过来？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三婶，现在外面乱得很，灿娘和大伯娘这次差点没能从府城回来。苏妹妹过来收西瓜了，我与她说，这次你和三叔3弟妹跟着她一起走。至于你这地里的西瓜，需要的时间有些长，她收不了。我到时候按照她给的价格，1个2两银子给你。等过几天与我的一起，我卖给许大人。苏姑娘给的价格1个2两，但是曹东家那边1斤才100文。元娘，你按2两给我，岂不是自己还要往里搭？不会，我这西瓜肯定也会酌情上涨。三婶你别担心。行，那过2-3天我和你3弟妹回去，这里就交给你。李元没瞒着他们，将王灿从严娇那得知的事给说了，甚至还说了他们回来路上被人拦着要过路费的事。3弟妹，我记得你娘家人不愿意跟着一起走，你看现在外头情况不大好，大伯娘的娘家人也不愿意走，为此还特意跑回来。你要不要也回去劝劝你娘家人？总不能留下等死吧？不劝了，他们说不走，还说许大人是个好官，真要如我说的那样，许大人也不会不管大伙儿的。到时候大不了跟大家一起走。那成吧，反正我把话带到了。对了，三婶，你们既然决定要跟着一起走，现在就可以收拾了。那些粮食还有家里什么的，我稍后去马车行问问，到时候能不能雇1辆跟着苏姑娘他们一起走，这样也会安全一些。元娘，今儿已经25，府试的榜应该也出了吧？你这边知道征子他们考得如何不？不知道，我这些天一直都没来县城。府试的榜，要不我去衙门问问。衙门中，嫂子今儿过来是西瓜熟了，你们的西瓜还要半个月后，我保证到时不下于500个，你们只要准备好银子就行。今日我过来是为了府试的事，不知道白师爷知道这次府试咱们流云县过了几个人？府试榜单出来了，但上边的消息没传过来，加上县学这次去府试的人都没回来，所以暂时还不得而知。嫂子要是想知道，不妨过2日再来，到时我估摸。大人，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次府试咱们流云县66人参加，一共中了11人。弟妹来了，刚好有好消息，你娘家2个弟弟府试都上榜，现在成同生了，一个在倒数第3，一个在中间，名单还在这，弟妹要是不信自己看。等到李元赶着马车回到李家坳时，他没回家，而是直接来到老宅。爷奶，好消息，天大好消息，征子和君子考上同生了。月娘，你刚才说什么？我们没听错吧？征子和君子都考上同生了，你确定？确定，都考上了。我今天和3弟妹一起去衙门看的，3弟妹也看见了的。月娘，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晚点3婶和3弟妹都会回来。菜娘，征子和君子都考中同生了，我买了些肉什么回来，晚上老宅那边置办宴席，咱俩晚点过去帮忙。真的？姐，君子哥真的是同生了？真的，我和你三嫂都看见了，千真万确，我们俩都没眼花。我就知道，君子哥一定可以的，他那么努力，老天爷是不会让努力的人失望的。姐，我好开心，真的太开心了。对了，还得谢谢姐夫，要不是有姐夫，君子哥怕是连县试都过不去。谢谢姐夫，谢谢姐夫。我那会儿在衙门看到榜单的时候，一高兴之下还给了1两银子的喜钱。1两银子也不算多，这要是我，可能身上有多少都会给出去。姐，君子哥这次能考上同生，说不定秀才也是可以的。现在4月底了，还有1个多月院试，
他再努力，或许有这个可能。不过菜娘，我得和你说一下关于君子考上秀才这事，你别抱太大希望。毕竟他重新捡起书的时间短，能考上童生已经很可以了。何况这次他在倒数第3。姐，我都知道，虽然说抱着希望，但都明白他能考上童生已经很可以了。别人寒窗苦读10年，君子哥前后才多久？我晓得，都晓得。姐，你别怕，到时候因为君子哥考不上，我就跟他置气什么的。我不是那种人。我知道，只是怕你抱太大希望，到时候就会失望。行了，你把这些肉都抬回去，我把马车赶到后边的林子去。好。5月初2，李渊带着王粲去县城谢家，把西瓜和草莓全都收了。许大人，弟妹今日怎么有空过来？民妇今儿是为了西瓜来的，大人还要吗？要，自然是要。弟妹，咱都是自己人，你不用那么拘谨。你那边有多少西瓜？现在又是什么价位？我现如今手头的银子有限，若是太多的话，可能吃不下，能不能赊欠一部分？想来大人也知道我与府城苏家的关系良好，之前苏家大小姐过来买我李氏一族的西瓜，是按个来卖的，1个2两。不过凭大人与我们谢哥的关系，这银子自然是不能这么算，我还是按照之前给曹哥的，给大人1斤100文。不知道大人要多少？我那边粮不少，若是大人吃不下，剩下的我便给曹哥。他如今和郭掌柜还有闵家主都没离开，便是还在等我这边的西瓜。有6000斤，不，5000斤吗？我这边要5000斤。有，都在谢家。大人是今日就运走还是？今日。老白，你跟弟妹走一趟，我去一趟镖局。之前和闵卫中谈过，这批西瓜他帮我运到流丰县的码头。是。李渊这一次拿出来的西瓜多，他也没趁机提高价格。不管是曹志还是许崇光，1斤皆是按照100文卖的。等宅子里的西瓜全被运走后，他空间里多了1000多两。姐，他们现在都不要草莓，咱那些该怎么办？等冬日到京城再卖？反正放空间不会坏，等到冬日新鲜瓜果少，咱这草莓和西瓜再拿出来，定然能卖上个高价。姐，你现在空间的西瓜长得还很快吗？等到冬日岂不是空间里全要堆满？还有粮食姐，你攒多少了？粮食我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反正很多，我估计养咱整个李家傲的人2、3年都不成问题。不过你应该知道，我这粮食是各种掺合在一起的。还有，自从上次族里7岁以下的孩子跟那些身怀6甲的人走后，我那增长的速度就慢了下来。等3叔3婶他们走后，速度再次慢了一些。姐，你是不是有挺长一段时间都没去牢中看刘东升了？他命大，3月底就往外流放了。还是命好，我还以为时不时可以打上一顿。不过这样的话，那姐，你空间里的变化？空间就这样也挺好的，地那么多，有溪流，有鸡鸭，有猪，还有鱼。之前谢哥做实验买了蛋进来孵，如今孵出来了，速度也外头的没多大区别，但好歹可以养在里头。那姐，你说的鱼和猪呢？鱼本来也想买鱼苗进去养，但是可能是活物带不进去。至于猪也一样，没关系，反正里面的速度比外头的快。咱李家傲的人养猪，一头猪都是年初抓小猪崽，一直养到年底才杀了卖。鱼也是要养好几个月，有的甚至是1、2年。而空间里头的这2样的时间可以缩短1半，里头自带的鸡鸭更是连1半都不用，还能自行下蛋什么的。除非我想杀，否则就那几只一直养下去。不过好在外头带进去孵出来的鸡鸭也可以养，就是速度慢了些。姐，我们都是老天爷厚爱的人，我有灵泉水，可以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健康的身子，甚至还能缩短许多东西的种植时间。而你什么都不用做，就有一辈子吃不完的米面肉菜。是啊，老天爷厚爱咱们，你可以用灵泉水种植作物卖，而我空间里的东西不仅能自己吃，也能卖。像是那些稀罕的瓜果，卖一次的银子是许多人世世代代都赚不到的。既然是老天爷赠予咱们的东西，肯定是想咱们也能在别人有难的时候能够搭一把手。所以菜娘，我想日后谢哥做官有能力时，借着他的手多帮衬一些困苦的百姓。好，姐，到时候你也喊上我，我想尽自己所能的帮忙。谢哥说他想做一方父母官，那我想他治下的老百姓都能衣食无忧。可以的话，我想盖收容所，让那些流离失所、无父无母以及一些老无所依的人都有个栖身之地。当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收容所起来后，因地制宜，弄个可以创收的产业，让那些人有事做，有钱赚。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了，目前咱还是先考虑当下的问题。姐，这才开始，接下来一天比一天热，白天大伙儿都不敢出门，水也越来越少，这情况还得持续1个多月。这期间还有很多人热死渴死，不过今年应该不至于有人渴死。流运河现在还有水，且之前家家户户应该都囤了不少。
我就担心下大暴雨，一直持续地下，上游溃坝，流云河倒灌，山洪爆发，那些不过是眨眼间的事。如今许大人是个好官，他不像你记忆中那样，我相信我们走后没多久，他肯定也会带着人离开的。只要大家都离开流云县，人都还活着，那就比什么都强。好了，咱们不说这些沉重的话题，只要想着大家都会平安无事就好。姐，我们离开的时候是赶马车吗？我们自己赶车还是让别人赶？这次800多人，咱马车里是不是也得再载几个人？这样的话，咱的特殊之处是不是会暴露？就用马车，不会暴露。晚点回去，我就把空间的药草拿出来，载着回去。等过段时间离开，马车里除了装咱们的东西外，就是药草和油布等物。咱这马车厢是特意往大了打造，但是带那么多东西，到时顶多也就坐2个人。何况我说一路去庐阳府，还有其他的物资，咱得去运。这马车只能咱们自己用，若有老弱想搭载，那也只能坐车圆上。咱仔细一点，不会有事的。实在不行，就载咱奶。我想以他的性子，便是发现有不对，也会护着咱。当然，这是下策，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载任何人。何况你的牛车，到时候都要让出去，给族里安排别人用。那等下回去后，先和爷奶还有华叔他们知会一声，把牛车让出去给族人用，咱就用马车。咱的马车上还要装药材什么的，不方便搭载任何人。至于姐你请的刘大夫，就让族里安排。之前3婶他们去府城，牛车也留下了，到时候应该也是要让给族里安排的。等于我们爷这一房一下子让出2辆牛车，真的是够可以了。姐，之前3婶他们离开的时候，你一共给了多少银子？60两。60两？不是姐，咱这院子里的西瓜可不少，怎么就60两？且还不说，这还有草莓呢。60两，还是他们商量过后觉得后言要下的。3婶甚至说，她和3弟妹的手艺也是我们这边学去的，只要有手艺在，往后不管在哪儿都不会饿肚子什么的。不管我好说歹说都没用。到最后，3叔甚至放话，我要是算那么多清，那就把谢哥买给征子的书籍以及历年真题等等都算清楚，还有我这宅子的租赁以及交给他们肉酱、辣酱之类的做法，都要以秘方价格算给我。3叔3婶他们挺实在的，不是那等贪心之人。姐，我很庆幸能嫁给君子哥，像其他家可没咱们这么和睦，哪怕分家了也是如此。长辈永远都是端着长辈的架子，要是知道你有钱，都恨不得趴在你身上吸血。咱家不说以前如何，就说我嫁到这儿，纵然早已经分家，但他们帮君子哥还债，帮着摆宴席，还给姐你置办那些家事当嫁妆。眼下3婶他们不贪，走了。大伯娘他们也是勤勤恳恳之人，家里就剩下大哥、二哥跟爷奶，他们明知道咱俩家里有粮食，但是每次做饭必然会加咱们的。因天热，还叫我们不要过去，一日3餐都让大哥、二哥送来。姐，你不知道，茂才舅舅总说我命好，才能嫁给君子哥享福。菜娘，这次卖的西瓜多，咱俩的都混在一起，加上第一次卖的西瓜和草莓，你看我给你800两，可行？不用那么多，之前种的时候就和姐你说过对半分，如今草莓都没卖，第一次卖的时候据说连20两都不到，你给我那么多干啥？姐，我心里有数着呢，你给我500两就好。菜娘，等谢哥中举后，你确定到时候和君子要跟我们一起进京？确定，这事我和君子哥的意见是一致的，不管姐你和姐夫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君子哥说有姐的地方就有家，不过姐你放心，我们不会厚颜跟你们挤在一起的，我们会努力赚钱，然后到时买宅子时就连在一起，咱们当邻居。那这样，这西瓜和草莓得银子我就不给你了，等到京城我们买房的时候，我看看有没有相连的2座，我买下来，其中一套就当是你出银子买的。姐，京城的宅子可不便宜，内城咱没权没势不用去考虑，外城地段稍微可以，且像样点的宅子少不得都要1、2千两，我这才500两，咱眼下的草莓又不多，就算是卖出天价也分不到500两。银子你不用考虑，这事就这么定了。姐，你这是打算把西瓜切半送给左邻右舍？对，先前曹哥和许大人他们来买西瓜的时候，你也看见了，他们都没走，还在呢。这玩意儿虽然说贵，但到底是我们自己的，现下天热又缺水，送这个刚刚好，等送完我们就回去。榕树巷的人谁都没想到李元会在这个时候给他们送西瓜。收到西瓜的人家一个个受宠若惊，连声感谢。这东西放在平日里本就珍贵，何况是现在缺水的时候。元娘，你家中的井里还有水吗？有，不过水位不是很高。元娘，那我能去你家里提水吗？我看你们都不住这儿了，加上城里现在吃水困难，
我家里的井有水，但等于没有，根本提不上来。我想你家要是有水，就去你家提，可以吗？嫂子，我看干旱越来越严重，接下来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水灾什么的。你没想过离开这里吗？我们的根就在这儿，只是干旱缺水而已。或许过几天就好了。我听说有些地方1、2年没下雨都没什么，咱们这边到底是南方，是雨水多的地方，又有一条大河，不会到那地步的。爷娘，你现在是回你娘家那边，还是去府城？要是去府城的话，那我这钥匙到时候怎么还你啊？我这段时间都住在娘家，等我走的前一天会再来县城的，到时嫂子你把钥匙还我就成。那成，我得赶紧趁着有水的时候多囤点。嫂子，你的绣活好，家中也不是特别缺钱，可以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和家人一起离开。我家谢哥之前去府城准备丧事之前就说，今年的年景异常，或许这干旱过后会一直持续下雨。嫂子也知道我家谢哥的本事，他既然这么说，应该是有所笃定，就和去年的雪灾一样。你多上点心，有事无事，咱就当花钱买平安。既然如此，那元娘你怎么不离开？采薇和青纱都跟着谢哥去府城了，我留下是为了到时候带我爷奶他们离开。嫂子也知道，我娘家是乡下的，地里都还种着粮食，还得过段时间，没那么快离开。不过好在种的是耐旱的红薯，过些天提早给收了就走。那元娘，你觉得我要是离开的话，往哪儿走比较好？我娘家和夫家都在这边，外头没亲戚之类的可以投奔。什么地方我也不好说，之前摆面摊的时候，听那些往来的客商说，咱信阳府许多地方都是如此，所以可以的话，嫂子离开信阳府比较好。当然，要是能在府城也行，毕竟那是府城，情况再差再糟糕，也比咱县里强。我之前听说，咱许大人说外头比较乱，让人离开时结伴一起走，还让大伙儿去投奔远房亲戚啥的。皇嫂，你看，咱许大人可是县令，他是咱们的父母官，如果百姓无缘无故大量离开，那是他的失责，要被上头问罪的。可就算如此，他还是放大家离开，你想这背后是什么意思？嫂子，你想想之前咱县的繁华，再看看眼下街道外又是什么个光景，就能明白。行，这事我记住了。元娘，你说到时候要带你爷奶他们离开，那如果我们也要离开的话，能跟着一起吗？还有，你们什么时候离开？我想要是可以的话，也准备准备。嫂子，实不相瞒，我这次要带着不仅仅是我爷奶，还有我李氏一族的人，他们离开后大概是不会再回来了。这次去的地方是庐阳府那边，也就是之前的县令陈大人所管辖的范围内。那么远还不回来了吗？对，录影是之前办好的，是整个族的人都走。不过也不仅仅是因为闹灾的缘故，而是谢哥认识了一个京城来的大商户，他想在庐阳府的蓝霞城外买2座大山开茶园，他那边想雇人做活，而我想给族人找个出路，便合计了一下，就决定让族人去那边谋生计，顺便学个手艺。要是族人花个3、5年学会种茶、采茶和炒茶什么的，那日后自己也想开个茶园什么的，也是不错的。嫂子应该知道，自古以来盐、茶行业都很暴利，我们李氏一族的人不可能只当个普普通通的茶农，所以需要的时间长一点，便想着干脆在那边定居落户。既然如此，那就算了。不过元娘你说的话，我会好好合计合计的。好，其实嫂子也不用急，自己多注意一点就是，能先离开最好，不能的话，那也收拾些细软，随时拎上就能走那种。许大人是个好官，情况要真不对，他应该是会带大伙儿离开的。在村口，元娘，是药材拿回来了吗？银子给后就拿回来了，都在马车里，每个袋子有标注，药都是一包一包的，有退热、解暑、止血、止痛、止泻什么的。这些药等过几天刘大夫过来了，华叔可以让刘大夫检查下。对了，华叔，我还买了2根30年分的人参，以防万一用的。元娘，谢谢你。除了说谢，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总之，谢谢你。华叔，那什么，你看这药材怎么安排？是由族里存放，还是我来？元娘，叔知道你家的油不多，眼下虽热又迟迟不下雨，但如少安说的，日后必定会有大雨，这药材可不能沾水。你看这样成不？这药材一分为2，一部分由族里来存放，一部分放你那儿。这人参珍贵，还是你来存放比较好，我们也都安心。元娘，人参现在用不着，你收起来吧。这药材一半由族里收，之前族里也买了些油布，倒是不必担心日后会淋湿。只是鸡蛋没有放一个篮子的道理，
咱还是各分一半存放比较保险。华叔，我知道组里可以用的牛马驴少，眼下我家中除了这辆马车外，还有一辆牛车，到时候牛车就给组里用。这马车希望华叔到时候不要安排人。我这马车除了要运送药材，还有一些我和灿娘的包袱细软外，还得运粮食，以及每到一个地方要赶着进城运送物资用，不太方便到时搭载别人。在场的人都不等李庆华这个组长同意，就纷纷帮忙应了下来。大伙儿都不傻，知道李元是真心为他们好。既然他提出这个要求，那就是真的不方便。他们李氏一族能有此女，是莫大的福气，没必要因为他的马车大，就得叫他多带几个人而将人往外推。元娘，二哥给你赶车。元娘，这药你打算放哪里？我帮你搬。还有，你马车坐2个人的事，我和大哥还有爷奶他们在家商量过。药材先放马车里，回头我自己存放。不过二哥你说家里商量过，那你们的意思是？爷说组里能用的牛车驴车少，线下800多人一起离开，这车子主要是给那些身子弱的人，以及年纪大还有年纪10岁以下的娃儿坐的。还说咱家三婶留下的马车也给组里用，回头大哥赶牛车载爷，加上我们的家当，另外看看组里有谁需要的，到时候跟着挤一挤。而你的马车除了你那些外，奶也跟着一起。至于我，就给你们赶马车，也省得你们到时风吹日晒。就在刚才华叔家也改了主意，说你和四弟妹是做大事的人，这马车就你和四弟妹一起用就好，奶不用跟着一起。爷说元娘你马车到时要是有空隙的话，能不能帮咱家运送些粮食，这样我们的牛车到时也能腾些地方出来。当然不管怎样我都得给你们赶车。元娘，是你要先让人把粮食运送到庐阳府吗？所以二哥，你问问其他族人有没有也想要我提前帮忙运送的。我相信家家户户都囤了不少，他们带着一路走，惹眼不说，还很不方便。如果有的话，你让他们留足路上吃的口粮，剩余的都送到我这边来。我得趁着咱离开之前去县城找闵家主和曹哥。好，元娘，谢谢你。客气什么？你们不是我的家人就是族人，只有你们好了，我跟谢哥才会好。二哥，这事你得趁早落实，今儿可是18了。行，有要你提前运送走的，到时候都会过秤，让组里记录。然后那单子组里放一份，你一份，回头到庐阳府就按单子上记录的粮食种类和斤数来发放回给他们。好，这样大伙儿少了那么多粮食，路上也好走一些。姐，你是想让大伙儿除了路上吃的粮食外，剩余的都送到你这边来？对，赞娘，你也知道外头的光景，你回来时还是4月底，外头就乱成那样，现在已经5月中下旬，外头的情况怕是更加严峻。外头人缺粮少水，咱走的时候人虽然多，但粮食更多，你说那些人能不眼红？粮食都放姐你这也挺好的，到时候走时让大伙儿穿得破一些，就当作是逃难出来的就成。这个组里应该会考虑好的，咱们不用担心。天越来越热，流云河中的水蒸发得格外快。此时已是6月初3。华叔，这几天让大伙儿抓紧将红薯都收了，白天太热不好出门，那就白天休息，晚上收。咱得走了，最迟初10之前就得离开。好，咱们人多，出行车辆少，靠大伙儿双脚走，速度又慢，是该离开了。不然万一开始下大雨，咱们都还没走出流云县的地界。今儿初3，收红薯给大伙3天时间，然后他们家里再收拾3天时间，差不多咱初9初10走。只是这天太热，地又烫得很，到时候让大伙晚上走。好，不过元娘，咱李家熬的红薯用的是你给的那个品种，我这2天挖了看，结得多，个头还大，这一收怕是不老少，不好运。你这边能不能和上次一样，让大伙留些路上当口粮吃，剩余的你想办法帮忙先运走，当然不会叫你白帮忙，到时候我和他们说清楚，让他们给你多少算是你的辛苦费。我知道大伙给的或许还不如你出的运费。行，那华叔你让大伙抓紧点，我今儿再抽空进城一趟。这2天你把挨家挨户的红薯斤两记好。对了，新挖上来的红薯比较重，还要多少带些土，到时候这斤两要适当的减一些。这个华叔你得和大伙说清楚，免得到时候扯皮子说不清。好，我会的，到时候我记录的时候会和他们说减多少斤，给你的单子上都是减轻过后的，回头你按照那单子发给大伙就成。华叔，你这边称好后，让人和上次一样，用筐或者麻袋装好，送到上次那个地方。我到时候会带闵家主和曹哥的人去那边运送。好，辛苦元娘你了。不辛苦，华叔你这边让大伙麻利点，别磨磨蹭蹭。好，华子，这天热，你让大伙收了红薯后，记得稍微晒一下再过秤。咱这眼下闹旱，不怕会发芽，但若是之后一直下雨，这天又热又湿，那就不好说了。再有，之前春耕时，许大人说朝廷因去年雪灾免咱3年赋税，但依我看，
今年这税咱还是要交，不是为了别的，就为了少安和我李氏一族的子嗣，咱不要差这点。对，华子，听你六堂说的没错，咱这红薯是元娘和少安给的，说是外头并不是很多，还是说是番外买的，反正意思咱这里属于头一个种的。既然这样，咱的产量又高，那就是正绩。咱说是交税，但交得税就是用红薯顶上。不管这对许大人来说政绩有多大，但东西是我李氏一族的人种出来的。目前整个流云县也就我们这才高产，东西是我们先种出来的，只要普及开，天下百姓都会记住我们。眼下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咱也不指望上头能给咱什么赏赐之类的，但等少安中举、中进士、中状元，京城的那些人就会知道元娘这个状元娘子，日后知道元娘是我李氏一族的姑娘，自然对少安也有好处。咱这上交的红薯可以当种子，可以说利国利民。咱和许大人好好商量一下，再由族里写个详细的种植还有亩产。横竖他们李家傲的人早早听从谢彦之两口子的安排，囤了不少粮食。如今这红薯也不过是他们额外的粮食罢了，缺少一些并不会如何。这红薯种子算是他们李氏一族的人借元娘的，种出来后要归还多少，他们得了元娘两口子的益处，那也是该反哺他们。只有少安越来越好，他们李氏一族作为元娘的娘家族人也能跟着沾光。行，那就这么办。晚点和族人说清楚后，让人进城和许大人说一下这事。咱的红薯高产，哪怕今年不用缴税，还给缴，想来许大人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之前听说他在京城的本家人脉好，对他来说，这可是一大政绩。他本家那边应该也乐意看到这些。要是不放心，那咱把红薯收好后，拿出一份详细的数据，还有怎么耕种的法子，寄到府城去给少安。少安人脉广，在京城同样认识不少能人。不说别的，就之前那个陈公子，他是那个护国将军府的，再不济也可以寄给元娘的小姨，他是镇国侯府的人，想来也愿意向上传达这种利国利民又能讨圣上欢喜的事物。好，眼下许大人是咱们的父母官，这事也得问过他。他和少安的关系不错，直接越过他，怕是他会觉得咱们不知事，回头因咱与少安生怨。正当许崇光愁的连饭都吃不下时，李元来了。弟妹这大热天的过来，不知道有什么事？对大人来说是好事。许大人，我们李家傲的红薯打算从今儿晚上开始收。乡亲们知道衙门因咱云国免税困难，就决定还是和以往一样交税，只是这税就用红薯交，不知道能不能行。还有，我们的红薯用的是番外来的种，产量极高。当真？亩产量可是能达到以往的双倍？应该是能的，具体还得许大人亲自带人过去看了才晓得。另外，这红薯产量高，个头也比我云国所有的红薯品种大，不知大人对这有没有什么想法？比如写奏折回京奏明此事。大人这边若是没这个想法，为了我李氏一族，那我只能越过您，让谢哥找陈浩陈公子帮忙。陈公子那边若是不便，那我只能找我小姨所嫁的镇国侯府帮一下。弟妹，少安贤弟如今正在准备乡试，这种事莫要麻烦他了。便是你小姨，她终究只是个内宅的妇人，对这方面不是很懂。这既然是我管辖下的事，我会亲自盯着。当然，若真是高产，我上书时必定不会忘了提此物乃李氏族人所种。大人，是流云县李家傲的李氏一族。对，瞧我给粗心的。弟妹只管放心，这事我一定会处理好。是今晚就开始收吗？不知道弟妹什么时候回去，我准备，稍后就过去。是，今天开始收，我还有点事，要明日一早才回去。大人晚点直接带人过去即可。那弟妹你忙，我这就叫人去准备。大人，之前你督促春耕的时候，想来也知道，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地方种植，亩产多少会有点区别，所以我们李家傲的红薯产量，回头你上报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比如亩产是3500斤的话，你可以报3000斤或者2800斤这样。许崇光不太聪明的脑子一时间没想明白为何要这样做。弟妹这是为了我俩好，不，正确来说是为了你好。你想，如果1亩地的产量3500斤，你说4000斤，那指定不行。咱拿了这个是要上交给朝廷的，不过朝廷虽然开心，但不会马上推广开，而是先让司农司先耕种，等确定后再推开来。如此情况下，你报多了，种出来的产量不足，那必定是你的过；而你报少了，上头不会有这想法，只是知道真实情况后会更加高兴。老白，我去吃点东西换身衣服，你去喊人。曾知府可能是大皇子的人，咱得趁他还没到任之前，将这些东西和信件600里加急寄出去，不然他一到任，咱还得从他那儿走一道弯。等真送到京城，那都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这白给人送政绩的事，我才不干。老白，这奏折你来写，记得写好一点，
然后把你说的李家傲的李氏族人写清楚。此外就是，我也明白这天老百姓耕种不易，李氏族人看在少安贤弟的面上卖我个好，那我也不能没有表示。你那边家里卖西瓜的银子寄过来了吗？要是寄过来了，那先给我拿100两，到时候给李氏族人，就当是本官送他们的路费。已经寄来了，就在先前我才拿到。老许，之前运回京城的5000斤西瓜，不是咱又商量了拿2成给我家人卖吗？我收到信，如今京城的西瓜一个叫卖到50两还没得卖，我家里这边1000斤约莫是80-90个，一个按照30两卖的，一共得了2600两，一个还真卖50两啊！我们当初只是在说笑，怎么就应验了呢？那这是吃西瓜还是吃银子？老许你也知道，太后娘娘年年苦夏，三皇子拿到西瓜后，趁着太后没去避暑，就往宫里送了10个，其中太后那儿就给了3个。太后这一吃，就当场夸了句：“这西瓜汁多香甜，实乃解暑圣品。”这话被传出去后，皇上在与那些大臣议事时，又让贴己的大监切了2个西瓜。这不，连皇上都夸此物好，那些人可不就跟着追捧吗？天公不作美，不然本官可以凭借这西瓜与红薯，既可以狠狠赚上一笔，也能做出耀眼的政绩。可惜如今李氏族人要千里，而西瓜我们今年也只有这一波，想要再有，怎么都得等到来年。好在李氏族人看在少安的面上，临走之前特意告知红薯高产的消息，还主动表示要上税。倘若他们有私心的话，大可以带到庐阳府去种，到时候再说此事。不过到那时，这政绩可就与我没丁点关系。可不是，李氏族人不错，挺厚道的，不愧是少安贤弟看中的妻族。老许，那2000多两给了你家800两，我家500两，剩下1300两都给咱寄过来了，其中300两银锭，1000两银票。你是想给银票还是银子？我如今的银子都搁你这儿，要银子要银票又有什么区别？这样，韩姨娘那边你给100两家用，剩余的你拿出一部分来做县衙的库银。这当下徐大人和赵大人还有那个3班6房都还坚守着没离开，咱也不能亏待了他们。每个人发一份兵境，不拘多少，就当是本官的心意，大仁大义。李元一回到家，姐，我快热死了，先吹吹，缓缓我再给你水。好，姐，我也就有你这电风扇，且马上要跟着族人离开，要是没有电风扇也不离开李家傲的话，我指定找人帮忙挖个大地窖，然后住到下面去，这样总归没有上头热。咱在这享福，不知道君子哥和姐夫还有我舅舅他们怎么样了？府城也不知下雨了没有，天有没有这么热？姐，你说君子哥他们院试的时候不会有事吧？我怕他们到时候会中暑。我现在也不指望他能考上什么秀才，能中童生对我来说其实都算意外之喜了。有多少人考了一辈子连个童生都考不上？想来君子哥考上童生的时候，我茂才舅舅应该很开心。别说你舅舅，便是爷奶，你看他们那天笑成什么样。菜娘，我去空间看看有什么适合吃的，你先洗，我晚点再出来。姐，幸好叫我遇到了你，不然这种天气我哪能过得这般舒坦？这水冰冰凉凉的，实在是太舒服了。府城，曹哥，现在县城那边的情况如何？很糟糕，井水干了，河水又很浅，要不是流丰县那边的堤坝乱搞，现在只怕是连河都干了。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没什么人在外走动，哪里像府城，我连进城都要排队。元娘那边的情况呢？弟妹情况挺好的，与我说，你若是问起她，就说她和族里一切安好，让你莫要担心，安心准备乡试就行。这些东西麻烦曹哥了。咱们是兄弟，我反正也是要到府城来，不过是顺手的事，哪里用得着这般客气？贤弟这么看我，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说，只要你曹哥我能做到，就一定帮。我这还真有一事需要曹哥你帮忙。贤弟只管说。曹哥，我要去庐阳府，以购置元娘嫁妆的名义买2座大山，陈大人那边什么都安排好了，就等我的银子过去即可。这世道因天灾有些乱，我眼下走不开，不管叫谁去都不放心，唯独曹哥你是有真本事，且兄弟们也多，我想请你走一趟。没问题，就不知道贤弟这边想什么时候启程？还有，买2座山是想做什么？可有合适的人帮忙打理？若是没有的话，贤弟你看你兄弟我如何？启程的时间自然是越早越好，只是曹哥今儿才到府城，要不就先休息2日再说。至于那2座大山，那边气候适合种茶，我想开出来做茶园，帮忙打理的人暂时还没找到，需要到时陈大人那边帮忙找。另外那2座大山虽是以元娘的嫁妆名义买的，但到时我乡试中举的话，他得跟着进京。曹哥本事大，买卖也做得大，其这边千里迢迢去庐阳府帮我管理2座山，未免有些大材小用。小地方出身，又打小在市井中摸爬打滚的人，本事再大也是在那1亩3分地，如今到这府城什么都不是。贤弟能耐大，我想替贤弟做事，还望贤弟给个机会。我可以让曹哥你帮我去庐阳府，也可以让你暂时性的帮忙打理那2座山，但等元娘到后，你能不能取得他的认同，以及用不用你，
决定权皆在他手中，我不会过问。贤弟是做大事的人，这等小事用不着麻烦贤弟。你忙，我先回去休息，2日后再过来。李家傲，姐，咱家从去年到现在可没少花钱，不说旁的，就谢哥给盖的这栋屋子就花了不少，还有那水井跟火炕。菜娘，我们去找华叔，看看那些牛车都谁做，还有什么时辰出发定好了没？虽说是初时出发，但一到子时就是初时，只要收拾妥当，可以提早走，没必要干耗。好，咱直接把马车赶过去。不用，那个晚点来得及。好，华叔，走之前将这些丑话先和大伙说好，免得事后不认账还闹腾。现在外头真的很糟糕。李二哥，你们族人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等太阳西斜就出发。白眼，你这马车是给元娘用的？对，不过这马车不是我陈府准备的，而是镇国侯府。我从京城出发之前，镇国侯夫人得知新阳府闹旱，而飞姨娘的外甥和外甥女又在此地，便有心将人接到京城。等知道秀才娘子要带族人去庐阳府，我作为引路人时，就让我赶着这辆马车过来。除此之外，还给了5个护卫。那几个人，我让他们在送别亭等候。镇国侯夫人说飞姨娘的外甥女大意，灾年不忘族人，她也不知道该送些什么，就准备了些米面和药。另外，我这还有一些银票，也是她给的，到时候要给秀才娘子、林娘子。我们从左到右依次名唤周子、周丑、周寅、周卯、周辰，是侯夫人命我等过来护送李娘子等人到庐阳府。这信是三小姐命小的给李娘子的。待看清里头说，原本总是病卧在床的母亲，在用了她姨娘给的神医保命水后，身子好了许多。之后问清了神医保命水的由来后，就对她印象极好，然后派人护送她，还给银票等等。此外又说，嫡兄因母亲的关系，对她也很是感激，请她有空到京城时，务必多到侯府走动。再有便是钱通判经过陈府和侯府的运作，已由刑部判斩立决，在5月底就已斩首，便是连吏部侍郎郑大人也被拉了下来等等。你们几个就听白言的吩咐。是，李娘子，这是我自己画的地质图，你看流云县就这么大，咱李家傲在这位置，想要走出流云县的地界，其实走官道是最快的，只是咱人多，又有那么多人推着板车，这走的又是上坡路，速度比寻常人走路慢不少。按照目前的脚程看来，没有个2天是走不出去。那外头呢？出了流云县进入流丰县后，咱们怎么走？流丰县比流云县大，且路也平。就我得知的消息，外头官道2边很乱。官道不能走，实话与你说，因去年暴雪寒潮，流云县没怎么受灾，如今这边是那些人眼中的香饽饽。若不是流云县地界边缘，你们的张捕头带人在那边守着，那些人早已冲入流云县。虽说新阳府许多地方闹旱，众人会往不缺水的地方走，但其实旱情也不算特别糟糕，靠近大云河的地方水源还是很充足的，尤其是流丰县这边，他们缺的是粮食和银子。既然他们靠近大云河有水，那就可以种粮食，怎么可能还缺粮要去抢？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靠近河，所以很多地方还是缺水，想挑水浇灌是不大可能。加上之前流丰县的县太爷命人服劳役，死伤许多人，堤坝没筑好不说，直到5月初才放众人归家。那时候正是春耕之时，家里缺少壮劳力，地里的活怎么可能做得完？本就因去年遭灾的他们，如今地里没粮食，上头又不救济，还想方设法管他们要兵进，可不就将人逼上绝路？那这也不是他们去打抢别人的理由。反正现在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进入流丰县后，咱得绕开官道走。白日大伙休息，我和周子他们会分头去探路，晚上赶路。你让大伙打起精神来，顺利的话，5、6日就能走出流丰县的地界。行，这事儿你和华叔说一声，他是里长也是族长，必须得知道路程怎么走。还有，我看周子他们都是骑马过来的，你也知道我们李家傲这次离开有800多人，但是牛马驴一共加起来才30多头。周子他们这是5匹马，与他们商量一下，帮忙代拉几辆车。成，这事我来安排。另外用马拉一辆小小的板车，有些大材小用。你族里有木匠的话，让他们辛苦点，白日少睡些，赶出几辆大马车厢来。眼下没下雨，这走到哪儿，哪怕席地而眠都行。一旦下雨的话，露宿时好歹有个挡雨的地方。好，白岩，你顺带和华叔也说说这事。姐，眼下乱的估计就咱信阳府地界的那些县城，都离开信阳府，顺利到进入庐阳府地界了，怎么还要再买牛马？族人会愿意吗？会。庐阳府有好些城镇都靠海，每年4月底开始刮台风，有牛马的话，弄个车厢就能挡一挡风雨。另外，咱要去的蓝霞城也靠海，与南蛮仅隔2座小县城，夏季雨水比咱流云县往年还多。再则便是家里有牛马的话，回头开荒外出都能省不少力。他们要是不买，那我就花点银子也买一辆马车。姐，等咱离开族人回信阳府时，你族人不在身边，姐夫也不在，
到时候空间不能用，若是多我一辆马车，也能好不少。你不用花钱买，咱回来时不是还有镇国侯府的马车吗？姐，不一样的，那马车最后还是要赶回京城的，而我买的就是我自己的。再者说，等姐夫中举，咱不是还得去京城？君子哥和采薇、莎莎他们都不知道姐你的空间，有些东西你拿取不是很方便，到时就让采薇和青纱与我们一辆马车。我会与他们说，姐夫要为来年的会试温习，需要安静。有姐夫在，到时让李老汉赶车，姐你就不用那么拘束。再则，姐夫不是可以进空间，你让他在空间里温书，也不用怕一路颠簸到京城，以至于精神不济。到时候再看，现在说这些都言之过早。好。与李家傲人的团结一心不同，许崇光这边并不是很顺利。大伙儿走时准备的不充分，又因人多，男女老幼都有，因此问题层出不穷。玉元，你刚才说的谢贤弟管闵卫中借了船，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本官怎么都不晓得？还不是谢贤弟料事如神，又晓得等灾害真的发生时，老许你会忙不过来，然后特意叮嘱的我。谢贤弟说，老许你是一方父母官，老百姓受灾，你心里定然不好受，就让我们这些人多为你分分忧，别什么都压在你身上。谢贤弟真的是大才之人，莫怪乎之前陈阳在此上任政绩那么好。不过这次的事也亏谢贤弟，若是没有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事好。